萧将军，800里加急，二小姐受辱自强，老夫人要您速归，带二小姐入宫完婚。阿姐，我来看你了。记住，切勿再称呼我为阿姐，双生女视为不祥。若是让皇家知道我也是凤家之女，定会引来杀身之祸的。阿姐，你永远都是我的阿姐。往昔是你庇护我，待我遵循先帝遗诏，荣升皇后，便由我来守护你，再也无人敢欺负你了。微江一定会为你保证。凤大人，误了吉时，我也是不好交代呀。定是夫人舍不得女儿嫁人啊！您再稍作休息，我再让人去催催，必然不会误了时辰。快去，快去！哎呀，夫人，宫里的人又催了。你且去传话，就说是嫁衣出了问题，让绣娘再补几针。哎，夫人，不行啊！那嬷嬷已经催了几番了，这要是再不给个准话，怕是要硬闯了来啊！这可怎么办啊？九爷，我的女儿，真的是你，你可算回来了。见过母亲。娘知道你喜欢无拘无束的生活，而如今却要你嫁进皇宫。母亲无需赘述，凤家若是毁了皇室的婚，定会落满门抄斩的下场。回来也好，你不在的这些日子，娘每天都想你。母亲，微强现在如何？微强，他已经入土为安了。他身前受了很多的苦，那晚他是被丢到凤府门前，浑身是伤，衣不遮体，胸前还被烙下。是谁干的？是皇贵妃。皇上因为容妃去世而喜怒无常，专宠和容妃相像的贵妃。皇贵妃就是怕微强入宫后争宠，所以才……微强，待我进宫之后，我定会让他付出代价，给你一个交代。婚礼暂停。听闻凤大小姐此前被贼人所掳，皇贵妃娘娘为皇室名声着想，特命宫中女官来查验凤大小姐是否是完璧之身。即便是皇贵妃，也不可如此唐突行事。当我们凤家的女人是什么？凤大人，您这是敬酒不吃，要吃罚酒。我凤家总共出过13位皇后，其中各有千秋。然而今日，竟有人质疑我的清白，将整个凤家置于不义之地，更是亵渎先皇旨意。小女唯有以死明志，还请父亲替我寻3世白绫，待我死后，尸体可随便他们查验。凤大小姐倘若真是清白，便不用怕咱家查验。这宫中女官乃是经验颇丰之人，定要好好伺候着。公公，敢问是皇贵妃疑心于我，还是皇上疑心于我？这想来不可能是皇贵妃，她一个后妃，怎么敢越界来质疑我一个皇室亲自3书6礼聘下的皇后呢？凤大小姐，您岂敢？如果是皇室疑心于我，那我更要上那云台山皇陵，诉一诉这冤屈。凤微强那贱人真是这么说的？是。那他还敢进宫，
不怕被揭穿？莫非他没有尸身？叶老大，你再去刷刷。不要，不要！既然如此，待他进宫，本宫会轻而易举的弄死他。今儿不是他大婚吗？哼，走，带本宫去见皇上。娘娘，皇贵妃的头急犯了，皇上正陪着皇贵妃。娘娘，这皇上不会来了，我们去凌霄殿。娘娘，您这样做不是要跟皇贵妃闹大吗？夫人说过，我们家宫里得低调，不要树敌。尤其是皇贵妃，母亲平日都是这么教导为强的吗？娘娘，隔墙有耳，该忘的就忘了吧，切莫再提起。大仇得报，方能忘。不用担心，我去凌霄殿是给皇贵妃送药。皇上，臣妾头痛。废物！皇上不妨试试臣妾的药。微强，阿姐一定会让他血债血偿。臣妾从未听闻皇后娘娘懂医术，姐姐可是因为妹妹扰了大婚，跟妹妹置气呢。有没有用，一试便知。当着皇上的面，谅你这个贱人也不敢对我做什么。陛下，既然皇后娘娘心疼臣妾，那不如让臣妾试一试，也不枉费了皇后娘娘的一片苦心。皇上，这可是极为难得的安神药呀！快给皇贵妃服下。是。可有好些？确实好了一些，只是还有些疼。确实，这药量只是半剂。皇后，此药可还有？有没有？皇上您说了算。这是何意？妹妹刚才疑心臣妾因搅扰大婚而心生记恨，臣妾有口难言，唯有用此药禁言，恳请皇上雨露均沾，宠幸后宫各位嫔妃。皇上若是答应，此药即刻奉上。你是在威胁朕？皇上，您贵为天子，怎可受皇后胁迫？林燕儿，我不管你是不是装，刚才那安神药确实加了能让你头疼欲裂的东西。朕答应你。妹妹方才所言极是，皇上身为天子，既然是有所承诺，必然就是要下旨，还请皇上下旨，雨露均沾。臣妾这就去取药。皇后娘娘，您就如此记恨臣妾吗？一定要拿臣妾的安危来威胁皇上？皇上，臣妾疼一些，不碍事的。朕即刻下旨，你快去把药取来。那臣妾就先请告退了。凤微强，你敢拿我的身体逼迫皇上，本宫要你好看！皇上，有人要害臣妾！妖妃果然受宠，皇上竟设了这么多暗箱宝物。你怎么？竟然能看出我妖会有伤，皇上功力不浅，这是永和宫的方向。娘娘，您没事吧？没事，你快去准备帮我沐浴。是。
皇上，娘娘正在沐浴。站起来，皇后，装聋作哑，是心虚了吗？他这是在怀疑我。腰上有伤？没有。凤家果然出贤后，竟敢把小聪明耍到朕的头上。还请皇上按照圣旨上所言，雨露均沾。既要朕雨露均沾，待你沐浴结束，朕便来永和宫。皇上在紫晨宫等着便可。皇后如此心急，臣妾不敢。娘娘，您强行用内功压制腰伤，只会更严重。不要紧，养几日便好了。你去将江嫔请来。是。你是何人？皇后呢？臣妾是江嫔，臣妾见过皇上。朕问你，皇后呢？回皇上，是皇后娘娘安排臣妾来侍寝的。刘世良，把她送回去。是。不，皇上，是皇后娘娘安排臣妾来的，不是臣妾自个儿来的。皇上，您别送臣妾走。摆下永和宫。是。皇上如此厚爱皇贵妃，真的只是因为皇贵妃像死去的容妃吗？还是另有原因？皇后，你要弑君吗？皇上，臣妾为了自保，随身携带了这匕首，不曾想惊扰到皇上。在皇宫如此防范，朕听说皇后婚前被人所掳，已非清白之身。耳听为虚，皇上若是不信的话，可以亲自查验。好，那朕便亲自验一验。朕嫌脏，皇后自己动手吧。皇后，你若再不动手，朕不介意叫人帮你。你是否清白，朕根本不在乎。既然你敢豁出一切，非要做这个皇后，那以后便不要再犯傻。到底谁给你的胆子，把人送到紫晨宫的？臣妾听闻，江嫔的父亲也是北大营的众将，哥哥也是为国战死。臣妾认为，你这么对江嫔，会寒了江将军的心。将军若知道女儿在宫中过得好，便是皇上最大的恩赐。凤家果然出贤后，多谢皇上夸赞，还请皇上遵守承诺，按照圣旨所言，继续雨露均沾。既然你要朕雨露均沾，那朕今晚就歇在这儿。皇上，臣妾之前犯了圣怒，实在不配继续伺候皇上。皇后，你倒是有自知之明。姐姐，皇后娘娘突然要求嫔妾侍寝，都不给嫔妾拒绝的余地，不是嫔妾自愿的。昨夜不见你来告知，今日倒是哭哭啼啼的。江嫔，你昨夜就是穿着这身浅蓝色的衣裙伺候皇上的吗？皇上可不喜欢俗的。不是的，皇上并未。
既然你这么喜欢招摇，斗兽场的猎犬好久没有开荤了。娘娘饶命！娘娘饶命！拉下去，赐死吧！哎呦，娘娘，皇上今夜翻的是降嫔的牌子。什么？我倒是想要会会这位贤后了。江嫔，收起你的小心思，你不过是皇后的棋子罢了。臣妾参见皇后娘娘。坐吧。唉，皇后娘娘，昨夜皇上召臣妾作陪，以致臣妾身体疲累，所以才拖到此时，真是失礼。幸得姐姐劝得皇上雨露均沾，才让臣妾得以休息。皇贵妃受罪了，以后啊，本宫定保证让你多些空闲休息。之前妹妹头疾发作，幸亏有姐姐的神药。昨夜你与皇上大婚，妹妹也是头疾发作，耽误了姐姐与皇上的洞房花烛夜。幸亏姐姐不计前嫌，还特意把药给妹妹送来。像您这样善良的人，该得好报。有没有好报，本宫不在意。本宫只知道，恶人自有恶报。哎呀，不过有一事妹妹也实在想不明白，皇上也来过你这儿了，姐姐怎么不抓住机会与皇上行夫妻之事呢？是皇上不喜欢你，还是您不敢呢？本宫有何不敢啊？皇贵妃此话何意呀？本宫听不明白。姐姐真是让妹妹钦佩呀！经历了如此不堪之事，丢了清白，还如此泰然自若。皇贵妃的意思是说，本宫清白受损。皇贵妃，你是不是对本宫有什么误解呀？哦，皇后娘娘忘性可真大呀！正好，臣妾这儿有一份礼物，还望娘娘收下。这是魏强的小衣。阿姐，救我！救我！清白的皇后娘娘，东西您可收好了，莫让旁人瞧了去，不然你就更没有立足之地了呀。你在害怕皇上雨露均沾，你分明就是在意，却要假装自己毫不在乎的样子。皇贵妃，你就像那拴着绳子的家犬，明明害怕，却还要抖着腿乱吠。你说什么？皇贵妃一口一个本宫清白受损，你可有证据吗？就凭这件小衣，又怎么证明是我？总是揪着过去的谣言不放，便是你无能。哼，本宫无能？好，那我倒要看看，真正无能的到底是谁。哼，回凌霄殿。娘娘，既然他敢将此物送到永和宫来，他便是笃定皇上就算是知晓，也绝对不会降罪于他。本宫倒是要看看他到底是用了什么手段，能将皇上紧紧攥在手中。莲说，你留在宫殿内，我要去凌霄殿再探探。娘娘，您是因为那件小衣要去杀了皇贵妃吗？万不可被贵妃乱了阵脚。魏强小姐的事可不能让皇上知道。血债血偿，天经地义。娘娘，娘娘，这样会不会太冒险啊？你懂什么？富贵险中求。皇后把我当棋子，
皇贵妃想要我的命，我便非要顺着这个机会爬上去，让他们后悔。皇上驾到！臣妾参见皇上。皇上，这是臣妾亲自为您熬的汤，您快趁热喝了吧。皇上，您是身体不适吗？立刻摆驾凌霄殿。皇上，臣妾还准备一首小曲儿，准备唱给您听。哼，又不是卖艺女子，学什么勾栏瓦舍模样？皇上，皇上，就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小小就发作了。这皇贵妃的凌霄殿仅为华清宫，华清宫像冷宫一般，怎么会将宠妃的宫殿安排在此处呢？这是何人？为何这身打扮出现在宫中？我不慎掉落，你可知？你就是那位的刺客，说谁派你来的？皇上，皇上不是去了江嫔那儿吗？再动一个你试试！滚下去！天水之毒，谁给你下的？找死！若是暴君死了，南极定会大乱，国不可一日无主，我得为他解毒。千羽飞针，你究竟是何人？不好，暗器有毒，是软金死。朕不杀你，但是你得帮朕。他这是中了秘，天水之毒属寒，一旦遇到热性药，会导致两股药性互克互生，毒性加倍。暴君危在旦夕。帮朕解毒。先给我解药。需要先压制那春药的毒性，才能避免天水之毒持续发作。恕我冒犯了。你要干什么？这是何意？还没见过河还没过，先拆桥的人。先杀了你，朕才能安心。来人，抓刺客！抓住他！玩好你们的眼睛，否则朕不介意挖了他。
皇上息怒，属下无能，未能抓到刺客。每人去领50张。是。娘娘，这是谁的腰带？皇上的。您今晚就是去偷这腰带的。您的九节鞭呢？黑灯瞎火的，拿错了。你先把这个藏起来，别留下后悔。哦，好。皇上明明去了江平呢，却在凌霄殿附近的华清宫密室里疗伤。皇上与皇贵妃之间，一定有什么我还不知道的事情。我要再去探探两人的关系。九节鞭，北疆之人惯以物品。刘师良，你去查查宫外善用九节鞭之人。这，皇上，皇后娘娘求见，说是想见金印。告诉他，他再这么不安分，朕索性废了他。娘娘，这金印我们还是别要了吧。皇上自入宫以来，太后教导臣妾：夫为君，妇为臣。若丈夫行事不端，臣妾亦有拨正之责。娘娘，你还是别说了吧。如今金印落于凌霄殿，后宫无法各司其职，皇上大错。来人！皇后言语无状，干犯盛怒，令其禁足永和宫，反省自宫，任何人不得探视。臣妾接旨。娘娘，您太心急了，这被禁足。无人再来我永和宫，我才能随时出去打探凌霄殿。这皇后也真是可笑，莫不是想效仿祖上的孝贤皇后，以为剑走偏锋劝谏皇上就能博得个好名头？是啊，和宫上下谁不知道，娘娘才是皇上的心尖处。这凤印啊，不给您给谁呀？哎呦，娘娘，天大的喜事儿啊！今日奴才听闻江嫔被赶出宫，想起前几日撞见了江家管家。江家的事与本宫何干？奴才遇见他呀，拿着珠宝礼物，转头就交给了永和宫的太监。好啊，皇后，禁足还不足以解了本宫的心头之恨，本宫就再添把火，让你和江嫔一起滚出宫去。娘娘，您身上的伤好些了吗？好些了。皇贵妃求见。皇贵妃来此，所谓何事啊？来人！这是何意？皇后娘娘，臣妾听闻你与官员私相授受，臣妾掌管后宫金印，自是要管管后宫的龌龊事。给我搜！慢着，你虽执掌金印，但你身为妃嫔，怕是也没有资格来皇后的宫殿搜查吧？皇上驾到！皇上，臣妾听闻江家人给皇后娘娘送礼了。或许皇后娘娘不了解宫中的规则，可是臣妾担心江嫔会谋害皇上。皇后娘娘又与江嫔有所接触，不知情的人怕是以为他们早已暗中勾结。臣妾特来此证明皇后娘娘的清白。
送礼，那便搜。可是皇后娘娘觉得臣妾身份不配。皇上既然已经发话，臣妾自然是遵旨。搜。是，走。搜到了吗？皇上还没有。废。启禀皇上，搜到一个箱子。这是什么？皇后，你不得好好解释解释？贿赂之物在此。此等上好的和田玉，只有北疆之地才能有，定是姜家之人所送。哎呀，臣妾以为皇后与官员私相授受只是谣言，没想到是真的呀。朕的皇后竟这般缺银子吗？皇上圣明，臣妾的确缺银子，不光臣妾，后宫的妃嫔也便是如此。皇贵妃月供66两，其次是宁妃、娴妃25两，贵人的月供便仅只有8两。这与你收受贿赂有何关系？妃嫔们的月供不够，他们家人所以送些银钱入宫。臣妾认为此事情有可原。既是他们的家人所赠，怎么会都在你这永和宫？直接送到各宫妃嫔的手中，便是不符合宫中的规矩。而且宫中人多眼杂，层层剥削，最后到各宫妃嫔的手中，便是所剩无几。是以，便都送到臣妾这儿来。臣妾再以正当的名声赏赐他们，过个明路。皇后娘娘一面之词，怕是难以使人信服。不如我还有个账本，上面清晰地记录了各宫亲眷送上来的财物明细。皇后既知宫规，却仍收下宫外之物。来人，拖下去，杖20。臣妾一人承担，好过各宫姐妹一起受罚。不过臣妾还有一个请求，就是请皇上以您的名义，将这些金银财宝都赏赐给各宫嫔妃，如此，臣妾无憾了。你越是这傲慢的样子，朕便越要打折你的腰，让你知道何为尊卑。拖下去！皇上开恩，奴婢愿替娘娘受罚。规矩的东西，杖毙！言说没有错，他不应受罚。他要带你受罚，便是杖毙。皇上既然如此重规矩，那么与宫外私相授受的，不该只罚臣妾一人，还有皇贵妃。皇上既然如此重规矩，那么与宫外私相授受的，不该只罚臣妾一人，还有皇贵妃。相信皇上定可以按照宫中规矩，秉公处置臣妾跟皇贵妃。至于这20杖刑罚，臣妾无需任何人代罚。皇后怎会知晓本宫的事？她在调查本宫。哼，真是便宜了这个蠢货！皇上居然只罚她抄宫规100遍。娘娘，皇后是拿您的事情要挟皇上的，皇上终究是为了您啊！是个贱人，真是忘了还有把柄在本宫手上了吗？陈和，你去把他被山匪所掳之事传出去，一定要闹得沸沸扬扬，让皇上不得不废后。奴婢知道。娘娘，宫里谣言四起，难道真任由他泼脏水吗？恰恰相反，我们要将此事闹大。
可是娘娘，这事儿整个后宫都知道了，还能闹到哪儿啊？那就再添一把火，让前朝也知道。娘娘，前朝那几位老臣联名起奏，让皇上废后。永和宫那边知道了吗？奴婢这就派人去传。皇后要是知道了，定是会脸色发白，两腿发软。娘娘，那日还好您早做准备，将腰带收了起来，奴婢帮您处理掉吧。不用，本宫自会将他送到紫宸殿。皇上驾到！臣妾参见皇上。近日宫中有关你的流言，你可听说了？臣妾有罪。自你入宫起，这后宫就没有过一天安宁日子。朕已遵从先帝旨意，娶了你这凤家之女。朕已说过，不在乎你是否清白。可这谣言让皇家脸面何存？若如此，朕也能为了你。皇上，臣妾曾经确实让山匪所掳，但臣妾却是清白之身。如今宫中流言四起，臣妾认为应彻查传出流言的始作俑者。哼，这谣言查得清吗？请皇上让臣妾一试。皇后就不怕让这脏水更浑吗？怕，但臣妾更不愿意向造谣生事者妥协。好，朕就让你查。不过朕就给你7日时间。皇上，臣妾不负皇上所望，已查出造谣者。造谣的便是凌霄殿的宫女，这些便都是人证。皇后，你怎能确定这些人的证词是没有差错的呢？若是陛下能对凌霄殿一视同仁的话，臣妾这就命人将宫女拉去审问。哼，你这是在暗指朕包庇凌霄殿？臣妾不敢，臣妾只是考虑到贵妃最为陛下所爱，所以在拿人之前先问过您的意思。刘世良，你去请人吧。真是大言不惭，本宫倒要看看他能翻出个什么浪花来。娘娘，就剩最后3日了，皇后她定是翻不出浪花来了。娘娘，不好了，子英被皇上带走了，据说是带到了永和宫。什么？奴婢再也不敢了。本宫与你无冤无仇，为何这么做？奴婢看不过皇后娘娘胁迫皇上雨露均沾，这才忍不住动了歪心思。娘娘，您大人大量，饶了奴婢吧！拉出去！拉！是。饶了奴婢吧！不能斩！一个小小的婢女，竟敢如此做事，臣妾不信她背后没有人指。皇后，只是几句谣言，让宫女赔条命给你，足够了。走！娘娘，你饶了奴婢吧！几句谣言说得轻巧，可却害死了危强。若宫中再有造谣生事者，一经发现，冲入水牢。令举报者有功，赏银10两。皇上，此事的危害还尚未清楚，还是得将绑架臣妾的劫匪揪出，避免他们在外面继续散播谣言。捉拿山匪？皇后这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确实被山匪所掳吗？这是要置整个皇家的脸面于何地？皇上，臣妾是先皇钦定的皇后，当初山匪不曾碰臣妾，想必他们定是想要毁了臣妾的名声。那幕后之人针对的到底是臣妾，还是皇室？若是针对皇室，难免是居心叵测的逆党，别国细作。是以于公于私，臣妾还是想查明真相。
好一个愚公移私，凤微强！那朕就给你1个月，1个月后，若抓不到山匪，查不出背后之人，那么此事便不可再提。臣妾遵旨。皇后要本宫的人，究竟所为何事？皇后已经查出谣言是自凌霄殿而起，子衣招了。什么？皇后还说要彻查山匪之事。哼，本宫没想到这凤微强倒是个硬骨头。你现在就去把那帮山匪处理干净。是。娘娘，仅仅1个月，如何查得到山匪的去处呀？今日皇贵妃必已知晓，我要捉拿山匪，定会有所动作，盯好他便是。自将军入宫，属下奉命查找山匪的去向。今日跟着皇贵妃手下的行踪，终于找到了。严刑拷打下，他们一口咬定并未杀死微强小姐，属下这才打听到微强小姐的消息。九爷小姐，你是九爷小姐？哦不，皇后娘娘，您怎么来这了？老爷他知道吗？微强呢？小姐她……阿姐，我来看你了。这铁链可是连睡觉的时候都绑着。回娘娘的话，小姐已经患上了失心疯，只要她醒着，就会胡言乱语，还会不停的自强。小姐被送回来的时候，就一直呕吐不止。他们竟然敢给小姐灌下秽物，而且他们不仅糟蹋了小姐的身子，还用烧红的铁钳。我要知道那时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事无巨细，不能有一丝遗漏。那日，小姐去寺庙里求签，在回来的路上就遇见了山匪，因为和山匪打斗，后来小姐就被那些山匪给抓走了。奴婢那会儿晕倒了，他们以为奴婢死了。你可记得那山匪的模样？奴婢记得，其中一个人声音尖细，又像个太监，他的鼻子上有一颗痣。鼻子上有痣。赵钱。胡白，去查一下赵钱10月10日的行踪，越快越好。是。娘娘，小姐尚在清醒的时候，让奴婢一定要告诉您，她不希望你为了她杀人。我宁可自己死，也不愿将姐姐牵扯进来。我希望她能自由的活着。好，子姐答应不杀人，不取人性命，但我会让你因而生不如死，不要让那一辈子都活在痛苦折磨中。时不能下笔，夜不能寐，就像微强所经历的。皇上，那日掳走臣妾的山匪，父亲已将他们尽数捉拿。幸得皇上允诺，臣妾才能得到一个证明自己清白的机会。经审讯，那些山匪供述，指使他们掳走臣妾、造谣臣妾失节的，正是那皇贵妃；指使他们掳走臣妾、造谣臣妾失节的，正是那皇贵妃身边的赵钱。赵钱？怎么会是赵钱？皇上，奴才冤枉啊！奴才一直在宫里伺候主子，何曾与宫外那些人有过来往？皇上，
明显呐。那你便好好瞧瞧这些花样。回家回去。你也瞧瞧，可见过此人？没错，就是他。我记得他逼上的痣。那天他带着好多黄金来，让我们掳走一个姑娘，但我们不知道那个姑娘就是凤家大小姐啊。你是哪个？咱家何曾让你做过那等子事儿？皇上，奴才冤枉啊！皇上，我没撒谎，就是他。那夜他穿着披风，有意遮掩，但他的声音我记得，他那张脸我化成灰都记得。皇上，赵钱的为人，臣妾不好置评。只是这些山匪平日里鸡鸣狗盗，满嘴胡言乱语，他们的证词连官府都不信，何况英明如皇上呢？那便将赵钱带去慎刑署审问。恕臣妾斗胆，就这样把人送进慎刑署，恐怕是要屈打成招吧。这样的供词难以让人信服。皇上，臣妾说的对吗？此举的确不妥。即使不用刑，臣妾也还有人证。你坚称见过赵钱，那你可还记得那日是几月几？10月10日。曹，你确定？记得这么清楚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……每年的10月10日都是我拜山头的日子。那天我们正在吃喝，赵钱他来了。冤枉啊！奴才可是一直在宫里头，怎么可能去山里啊？你如何这么确定10月10你人在宫内？回皇后娘娘，不止10月10，奴才可是一直伺候着皇贵妃娘娘。上一次回家还是获赏与亲人团聚。皇后娘娘若是不信，只管差人去取入宫名册便是。皇后娘娘，掌管后宫的金印在臣妾手中，你的人怕是取不到，不如臣妾派人去内部署，让人送过来。那便麻烦皇贵妃了。哼！皇上，出宫册没有赵钱的名字。哎呀，那不正好说明了那帮山匪在撒谎啊！赵钱，本宫再问你最后一遍，10月10日，你确定你在宫中吗？是的，皇后娘娘。好，皇上，臣妾要求传人证。传。草民参见皇上。这是何人？皇后娘娘，你怎么什么人都往宫里送啊？这赵公公，你可还认得？认得。10月10日，公公来到馆内，是草民伺候了他1整晚。公公走之前，还给了草民一个金锭子。你胡说！贵人若是不信，草民能说出他身上有几颗痣。青娘子是华阳馆的头牌，想必赵钱也是慕名而去。混账东西，居然敢偷偷出宫去寻欢！皇上，你一定要严惩了这个狗奴才！奴才该死，奴才鬼迷心窍，奴才不该出场与金娘子作乐。可奴才的确未见过山匪呀。赵钱，你本来的确可以将此事做得天衣无缝，可惜呀，你错就错在了色迷心窍。皇后这是何意？皇上，山匪说赵钱给了他许多金子，而方才金娘子也说赵钱给了他一个金锭子，两者的金锭子是同一批，只需将两者的金锭子放在一起对比，便可以证明赵钱便就是那送金子的人。刘师良，你拿着金子速去钱庄求证。是。如果赵钱得以定罪，你还会护着林燕儿吗？皇上，这两边的金子确实是一批的。将赵钱拖出去，凌迟。是。皇上，皇后娘娘，奴才不是有意要害你的，奴才，你饶了奴才吧，皇后娘娘。皇上，
杀一个赵钱确实容易，可再想查到他背后势力的人，可就难了。还请皇上三思。皇上，臣妾也同意严审赵钱。此事真是叫人后怕。赵钱是臣妾宫里的人，他居然敢谋害皇后娘娘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臣妾在背后指使的呢。今日在场的所有人，不可再讨论此事，一切到此为止。都退下吧。皇上护着我，凤微强，你就算查出什么，又能如何？微强，阿姐定会为你报仇。且慢，且慢！凌霄殿在职册子，分明写着赵钱10月10当值整日，可事实并非如此。皇贵妃虽执掌金印，却发生了此等造假之事，说明她平日里只知道媚上惑君，并未做到贵妃之责。如此妖妃，理应严惩。皇上，臣妾……皇贵妃失职，于凌霄殿反思己过。臣妾有错，愿意接受惩罚。人心难测，你没有错。皇帝绝非昏君，难道仅凭林燕儿有3分像容妃，便如此颠倒黑白吗？到底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？皇上，臣妾御下不严，理应接受惩罚。只是皇后娘娘被山匪掳走的谣言已经传遍了后宫，经过此次彻查，更是证实了此事。为了皇家声誉和皇后娘娘着想，臣妾认为应当查查皇后娘娘的身子。皇上，臣妾之前确实被山匪所掳，但山匪只是掳走了臣妾，他们没敢对臣妾做别的事情，因此臣妾仍是完璧之身。皇上若是不信，可以请嬷嬷来验身。刘世良，叫个嬷嬷过来。这……皇后娘娘，请进内室去议。皇上，皇后娘娘内壁有损。皇后好大的胆子！来人！皇后好大的胆子！来人！皇上，皇后娘娘毕竟也是女人，将此事瞒下，倒是情有可原。皇后想要拉我下位，反而害了自己，真是笑了。皇上请先息怒，奴婢斗胆，敢问皇后娘娘是否时常跳舞，又或者骑马？舞蹈和马术一旦过激，便会或多或少损坏女子内壁，是以奴婢斗胆一问。你只需告诉朕，皇后是否清白。回皇上，内壁虽有损坏，但皇后娘娘未经过人事，这点老奴十分确信。不可能！不可能！皇贵妃，你又是如何知晓的？皇上，臣妾只是头次听说跳舞骑马会损伤内壁，一时惊讶而已。皇上，臣妾有几句话想单独同您讲。你先回凌霄殿吧。其他人都退下。是。皇上，既然已经查明是赵钱指使的山匪，臣妾想将真相大白于天下，也算是还臣妾一个真正的清白。你将此事闹得人尽皆知，你是连凤家的满门荣耀都不要了。再者，皇后如何觉得朕会愿意被天下人所耻笑，会娶一个被山匪所掳过的女子？比起这个无用的皇后之位，臣妾更想无愧于自己。你说什么？若皇上担心有损皇室颜面，可以先将臣妾这皇后之位废了，臣妾再揭露真相。凤为强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臣妾被掳，
被人故意抹黑名声，臣妾明明才是受害者，为何这么说来，臣妾却是犯下过错之人？臣妾被当众验身，受皇家猜疑，若不是胆大，可能早就死在这流言蜚语中了。怎敢穿下这凤冠霞帔，嫁进宫中？赵钱只是奉命行事，真正背后指使他的人是谁？臣妾不信皇上不知。你并非是想让朕废了，而是想要让朕严宠皇妃，对吗？皇贵妃这些年犯下了多少的过错，皇上不知吗？皇上若是执意宠妾灭妻，包庇皇贵妃，那么臣妾自请下堂。这个皇后，臣妾实在做不起，还请皇上另请高明。你想跪便跪一跪吧，朕看你能跪多久。皇上，臣妾忘记告诉你，那些山匪并未被完全抓住，不巧，在押送他们回来的时候跑了几个，他们还掠走了一些钱财。皇上是否听过三人成虎？你是把他们都藏了起来，还给了他们钱财？皇上，造谣生事，凭一张嘴就够了。更何况臣妾只是转达事实，并未造谣，但他们如何转述，臣妾就无法保证。威胁朕？你不想活了吗？臣妾在那日被山贼绑时，便已经死了，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，便没有什么好怕的。如果当初母亲也这般力证清白，结局会不会不同？还请皇上三思。赵钱的家人都给本宫杀了，他死了，难保他的家人不会来闹事，连累本宫。可赵钱家人在天牢，我们的人不好动手。无妨，不管本宫做什么，皇上都只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毕竟他离不开本宫。圣旨到，圣旨到！皇贵妃接旨。娘娘，定是皇上的赏赐。刚才在众人面前，皇上不得已才禁足你。你看，现在哄你来了。臣妾接旨。皇帝诏曰：赵钱倒卖宫中财物，证据确凿。皇贵妃失察，即日起交出金印，转由皇后娘娘接管后宫，并将皇贵妃降为贵妃。谢皇上。不就是一个金印吗？凤微姐，本宫迟早会拿回来的。娘娘，赵钱在大牢里面自尽了。天牢重地，他都能下得了手，看来皇上无论如何也是要保护着他的。赵钱一死，这绑架仪式就此结束在了赵钱这里。还不能结束，林燕儿还没有付出相应的代价，此事还不能结束。皇后娘娘、贵妃娘娘来探。贵妃怎么突然有空来本宫这儿？凤微桥，你骗得了皇上，可骗不了本宫。你早就被山匪玷污了清白，而且还不止一个。你这肮脏的女人！凤微桥，你敢打本宫？贵妃口出狂言，顶撞本宫。本宫乃是后宫之主，打你又如何？哦，我揭了你伤疤，你很生气是吧？想杀了本宫是吗？可你能吗？凤微桥，就算你是皇后又如何？你也奈何不了本宫。是你指使山匪，对吗？想套我话？
就算证据确凿是本宫做的，皇上也不会怪我的。皇上明知道赵钱是本宫的人，不还是任由他死吗？皇上宠爱本宫，离不开本宫。别说指使山匪掳走你、侮辱你，就算杀了你，皇上也不会处置本宫。好啊，那本宫倒是要看看，皇上到底是有多离不开你这贵妃。不过说来，本宫也真是好奇，你明明被玷污失了清白，又是如何瞒天过海？除非你不是真的凤微墙。没错，我不是凤微墙。在我被山匪所掳后，我就不再是了。不管你是谁，你都斗不过本宫。皇上是离不开本宫的，只要皇上在一天，就永远不会把本宫怎么样。娘娘，这贵妃也太傲了。奴婢只听说过鱼离不开水，这一国之君怎么会离不开她一个妃嫔呢？别说，我前几日让你查皇上上个月哪些日去了凌霄殿，你可查到了？娘娘，皇上基本每隔3日便去一次。3日？那就是说，哪怕是月食，皇上也去。我倒要看看，皇上若是超过3日不去贵妃那，会怎么样？那个人说的话能相信吗？这真的是假死的药，不是毒药。赌一把，就算被毒死，也比被凌迟强。他答应过我们，此事完了就放我们一条生路，等我出去，又是一条英雄好汉。快来人，这里有犯人服毒自尽了。好，这批兔子真不错，够劲儿。正好来了个口味较重的客人，就喜欢这样5大3粗的糙汉。这是哪儿？我们不是逃出来了吗？你是谁呀？这儿啊，这是个快活的地方。算了，这是进哪有了？将军，这3名山匪是采月之兆，碰了围墙的人。把他们3个送去龙阳观，和另外3个团聚。是。围墙，阿姐会一个一个的，让这些罪魁祸首跪在你面前，给你道歉。下一个便是林燕。谁在你脸上贴了这道疤？阿姐替你还他10个，好不好？那赵钱的家人如何了？末将赶去时，赵钱家已经燃起熊熊大火，但赵钱的弟弟赵熙被末将救起。他告诉末将，赵钱有一本手札，里面记录了这些年他为灵燕而做的事，并且他有一张赵钱偶然间落在家中的艺术彩页，似乎和将军最近查的天水之毒有关。此书和手札定在那林燕儿的宫内，可惜如今凌霄殿守卫森严，恐怕无法进入。是否需要末将调来人手？不必，只要林燕儿不被圣宠，我便可以光明正大进入凌霄殿。贵妃娘娘，皇后派人告知宫中各位娘娘，说是7日后设了马球比赛，请各位嫔妃参加。还说，自从皇上雨露均沾后，凌霄殿便得了神，请贵妃娘娘参与马球赛的练习。凤微墙这个贱人，居然想用皇上最爱的打马球让各宫嫔妃争宠，哼，打错算盘了。传令下去，我不去，他们也不许去。皇上，
这好像是那名刺客放在殿前的。今夜华清宫为君解毒。他终于出现。我们这样做真的好吗？皇后娘娘不会怪罪吧？管他呢，就是我们病着，她还能强拉我们去不成？就是，而且贵妃不去，我们姐妹们哪敢去？皇后娘娘懿旨。皇后娘娘差太医给各位娘娘诊治，有病治病，故意称病不去马场的，罚抄宫规50遍，杖责5下。什么？皇后娘娘也就会欺负咱们这些姐妹？难道她还敢欺负贵妃不成？奴婢打探过了，今日啊，只有嘉嫔和温贵人去了马场，昨夜她还来激娘娘您呢，今儿啊就打了自己的脸。皇后娘娘懿旨，无故不参与马球赛练习者，杖责5下。贵妃娘娘得罪了，上。放肆！你们胆敢打贵妃娘娘，就算是皇后娘娘下的懿旨，贵妃头上还有皇上呢。今日你们若打坏了贵妃娘娘，皇上不会饶过你们的。去请皇上来，本宫倒要看看，在这宫里头，谁说了算。无需这般警觉，你上次救了朕，朕不会杀你。上回过后，你这毒加重，看来每隔一段时间施针是不够的。明日起，劳烦您每晚来此施针。每晚。另外，进房事。眼睛不想要了。这天水之毒，除了千羽飞针，便无药可解。可这毒性在你体内却被控制住，可是用了什么法子？你若每晚都能来此，朕便无需再用其他法子。若您用的法子会耽误我施针，即便耗费再多的时间，也是无用的。想要活命，就不要多问。每晚睡前用此药药熏，可缓解天水之痛。皇上，凌霄殿的婢女去紫晨宫传话，贵妃进房事。闭嘴！少说话，调息。你若是想尽快解了这天水之毒，最好是听我的，否则元阳一泄，前功尽弃。现在最为关键时刻，任何事不得影响。娘娘，刘公公说皇上白天累着了，早早的就歇下了，还传令不容任何人打扰。你这糊涂的，你跟皇上说清楚了吗？贵妃娘娘得罪了，带走。大胆！你们嫌命长呢，放开本宫！皇上，皇后娘娘到了，让她滚进来。皇后，你看你干的好事，连朕的人都敢动。臣妾只是按宫规行事，臣妾奉皇上之命执掌京印，贵妃不守宫规，岂不是不敬交予臣妾大权的皇上？好一个伶牙俐齿！既然你这么想办马球赛，朕便让你办。但昨日之事，朕不希望再发生。既挨了板子，宫规便不用再抄。身为皇后，应当温良，以德服人，而不是靠严刑逼迫。臣妾遵旨。这就结束了？皇上，解毒的时间快到了。朕还有事，改日再来看你。皇上多久没在凌霄殿过夜了？距今3日了。小路子，你去跟着皇上，看看皇上到底被哪个狐妹子勾去了心。这，莫非皇上有了其他法子代替？今日有事不必等林燕儿果然坐不住。什么？皇上每天晚上去的就是华清宫？到底是哪个贱人在等皇上？娘娘，您先别急，华清宫早已空置许久，现已无妃嫔居住。不行，继续给本宫查。小路子，明日你继续跟踪皇上，
本宫倒要看看，到底是哪个狐妹子敢勾引皇上。陛下，嘉嫔娘娘也会这一招凌霜飞雪。臣妾参见皇上。皇上，臣妾昨晚梦到容妃娘娘了，她托臣妾带句话给皇上：愿为尹息，随君身。嘉嫔骑马的样子，真是像极了容妃。难道说，皇上夜夜所见之人，就是嘉嫔娘娘不过是哗众取宠，哪及娘娘您仪态万千，风华绝代呢？哼！你又迟了。昨晚并非是朕不听医嘱，朕是皇帝，前朝后宫都有许多事情。身体是您自己的，与我又有何关系？但是，你派人跟踪我，监视华清宫，这就跟我有关。朕没有，人已经打晕，丢草丛里了。这不是贵妃的人吗？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派人跟踪朕！陈和，皇上今夜还不来，定是被嘉嫔那狐妹子勾去了心。本宫要让他死！陈和，小路子还没回来吗？并未。没用的东西！皇上驾到！皇上，臣妾方才在想您呢。你的人，朕给你送来。我的人？这些年，朕独宠你，护你周全，但是爱妃，你是否有点太不知分寸了？皇上，臣妾知道错了，臣妾只是害怕，你已经有1个月没来臣妾宫中了，臣妾这才让人去打探。皇上，求皇上看在臣妾对您一片真心，为了您连命都可以不要的份上，您就饶了臣妾这一回吧。朕说过，朕不会辜负你。饶是后宫妃嫔再多，朕也只独宠你一人。但你若是再敢派人跟踪朕，皇上，臣妾只是一时糊涂，得知皇上对臣妾如此宠爱，对臣妾不离不弃，臣妾便心满意足了，以后不会再犯了。皇上不留下来用膳了吗？朕还有事，先走了。皇上为何对本宫如此冷淡？陈和，你去通知皇后，本宫也要参加马球赛，练习马术。是，可娘娘不是已经回绝了吗？那又如何？她想利用别人争宠，偏不随了她的愿。是，奴婢这就去办。娘娘，果然如你所愿，凌霄殿那边来消息，贵妃坐不住了，这就要去马场了。御马场那边可都打点好了？娘娘放心，早起天前就告诉过管事，没有娘娘您的允准，后宫任何嫔妃都无法进入御马场。臣妾参见皇上。皇后好大的威严，以后朕去御马场，是不是也要经过你的允许？这贱人，真以为有了金印就能为所欲为了？臣妾的权力只在掌管后宫妃嫔、宫人，不知皇上对此有何意见？皇后娘娘，臣妾今日去那马场，那管事的说，我们想去御马场都得经过您的通路才行。那管事的不会在撒谎吧？不让妃嫔随意进入御马场，的确是臣妾的意思。马球赛临近，参加训练的妃嫔有19人，她们都是初学者，极易发生意外。是以，为了保证安全，臣妾固定了训练时间，并且得臣妾在场时，他们方可进入。皇上，臣妾只想骑马给你看，
皇贵妃若是只想取悦皇上一人，倒可不必在白日特意跑到这御马场，尽可带金乌西邪拉下慢战。放！皇后怎可这样折辱臣妾？现在用马和场地都十分紧张，皇贵妃不善骑马，还得派人跟着保护，这实在是不便。皇上，您是知道臣妾的马术的。贵妃的马术远超那些人之上，皇后，你多虑了。既如此，皇贵妃无需参加训练，10日后便可直接参加马术赛。金印挺好使的，那也得您握得住才行。本宫借你玩玩而已，你还真得意上了。你的前车之鉴，本宫定将牢记。凤为情，你得意我也佩服。既然你想让嘉嫔争宠，那本宫便让嘉嫔永无翻身之日。皇后娘娘，真没想到我们俩是一对。臣妾原本还担心贵妃娘娘技艺高超，没有人压得过她。现在嘛，雪兰心。上半场我赢了，皇贵妃真是势如破竹。你想要嘉嫔争宠，可惜她只会跪在我脚下，永无翻身之日。很快你也会跪在我脚下，像那日你母亲进宫一样，求我饶你。哦，你还不知道吧？那日你被山匪掳去，你的母亲进宫求过本宫，为了求本宫，还跪下来给本宫穿膝，比你识趣多了。他居然以为给本宫磕几个头，供本宫当乐子玩，本宫就饶过你。你的蠢真是随了你的母亲。皇贵妃，下半场会更精彩。娘娘，您派奴婢去检查马场。奴婢发现东侧场地原本平整的地方，竟然铺了许多碎石。雪兰香的毒一旦让马儿发狂，嘉嫔在那里摔，非死即伤。这把怎么越来越难控制？没事，反正比赛也快结束了，撑一撑就能测到贵妃了。驾！就是现在！嘉嫔敢跟本宫争宠，下辈子！好像有人坠马了，是贵妃。嘉嫔的马好像也有问题。那是皇后吗？皇后的马也失控了吗？皇后竟有如此好身手！娘娘，您没事吧？皇上，指甲好痛，指甲好痛啊！皇上，娘娘，您再忍忍。娘娘，皇上，娘娘胳膊上的伤口太深了，需要缝合。那就缝。娘娘的体内积着一种药，名为助魂散，方才微臣查过，它出自娘娘平日里服用的头级药。这助魂散确实有益气养神之效，但它极易和许多药材相互作用，产生毒素，包括吗啡散。也就是说，娘娘的伤得生缝。什么？娘娘，您去救嘉嫔的时候，奴婢可担心了。那马球，您将它用药汁浸泡过，不用处理掉吗？不必，贵妃的马被下药了，才会对它有反应。等药效一过，即便是贵妃的马，也不会受那马球的影响。皇上要查，也只会是那雪兰香。贵妃怎么会叫得这样厉害？有这么疼吗？我的药也不是白白给她的，她既然敢用，就得承受相应后果。娘娘，皇上岂不是知道是您在头级药里动了手脚？皇后娘娘，皇上叫您过去问话呢。跪下！臣妾参见皇上。朕说过，
贵妃若有任何闪失，罚你10万。臣妾的确难逃罪责，任凭皇上处罚。但今日之事，并非普通的坠马，还请皇上一定要查明真相。你怎知这不是普通的坠马？马球赛开始前，嘉嫔来找过臣妾，那时嘉嫔身上就有股奇怪的香味，臣妾好像在哪里闻到过。直到嘉嫔的马表现异常，出现狂躁之状，臣妾这才想起，嘉嫔身上的味道就是那雪兰香。去取嘉嫔的衣服。是。所以，你明知嘉嫔的衣服有问题，却没有深查。臣妾一开始并不知道那是。当真好骗吗？娘娘，滚出去！你最好没有骗我，否则朕将你的胳膊给断了，毁了你这张脸。臣妾一开始的确有所隐瞒，发现嘉嫔的衣服有问题后，臣妾有意不声张，为的便是引蛇出洞。上半场比赛，臣妾无心击球，一直在观察场内外的人。嘉嫔的马失控，在臣妾的预料之中，所以臣妾才能救下她。贵妃坠马，确实是在臣妾意料之外。皇上，太医来报，嘉嫔的衣服里确实有大量的雪兰香，贵妃的衣服里也有少量的雪兰香。朕知道了，雪兰香之事，朕会派人去查。但皇后，那头桀药里有驻魂散，你要如何解释？驻魂散，那是什么？药都是尤医给的，臣妾并不知晓里面有什么。这才一道疤，就已经受不住了。魏强所遭受的痛苦，我会让你一一奉还。难道他从一开始献药就是为了今日？他绕了一大圈，只是为了让贵妃受此皮肉之苦？若是那药有问题，臣妾这便写信给家父，让他全力捉拿那尤医。不过臣妾还有疑惑，如果只是寻常的坠马，身上不会有那样的伤。贵妃的伤，更像是被尖锐物所致。朕已派人查过。马酒场东侧那块草堆里的碎石，乍一看很普通，实则磨得尖锐如刀刺。皇后，你最好和此事毫无干系。贵妃和嘉嫔遇险，对臣妾没有任何好处。说起来，朕还不知皇后的马术如此之好。臣妾从小便习得马术，马背跳跃，靠的只是平衡和胆量。马球赛出现事故，你责无旁贷。朕给你10日，查明真相。臣妾遵旨。娘娘，娘娘，你再忍忍，马上就好了。皇上他就在隔壁，他正在审问是谁伤了你，就连皇后也被责问了。您的伤不白受。本宫要止痛药。娘娘，会与驻魂散发生反应产生毒素的不止吗啡散，还有所有的止疼药。什么？娘娘！宋微强，一定是你做的，皇上一定会查清楚，不会放过你的。是，就怕查得太清楚，有人要自食恶果。臣查到，当日负责清扫场地的是太监王天海。事发后，他坚称不知道那些石头是哪里来的。可有人目睹？马球赛开始前的几天，王天海每天晚归，且不准人靠近马球场。由此可见，这人大有嫌疑。立刻抓拿王天海。是。皇上，卑职赶到时，皇后娘娘的人已经把王天海带走了。朕的暗卫营竟不及一个女子。御马场的管事说，皇后娘娘昨晚在御马场待到的子时，几乎彻夜未眠。她倒是有心。皇后娘娘没有审问王天海，反而是让人保护了起来。娘娘，王天海不会已经招了吧？王天海不能留了，他要是敢说出一个字，他的全家一个都别想活。都准备好了吗？按照娘娘的吩咐，已经设下埋伏，只要有人接近王天海，就来个稳中捉兵。有刺客！站住！把人拖出来。是。放开我！放开！老实点！放开！皇后娘娘，你是要滥用私刑吗？去查一下这个宫女是哪个宫的。不用查了，我都招了，都是我干的。去请皇上。
是。我不允许任何人利用容妃争宠，他们都不配，他们都是赝品，赝品就应该被毁掉，谁都别想取代容妃，死都别想！至于刚才那个宫女，她是我的相好，是来救我的，可惜呀，被你们给发现了。与其让她落在你们手中受尽折磨，不如我亲手给她一个痛快，等我们到阴曹地府中，照样做一对夫妻。拦住他，他有失自尽。启禀皇上，此人衙内藏有毒囊，方才他咬破毒囊自尽了。此人说的，你可信？皇上自有圣裁。将此人拖下去，五马分尸。是。除了皇后，都退下吧。是。一个王天海，就能解释贵妃为何恰巧摔在这东侧碎石阵内吗？还有，他若是想谋害贵妃和嘉嫔，为何贵妃藤甲上的雪兰香棘手？马球赛当日，臣妾一直在留意嘉嫔。臣妾认为，想要害死嘉嫔的人，势必会有所动作。在嘉嫔的马即将发狂时，迅速将他引到东侧的碎石阵中。在臣妾所见，正是贵妃的那一群。你是想说，这一切都是贵妃的操作？都是臣妾的猜测，信与不信，查与不查，全在皇上。你去看过贵妃吗？贵妃因为你的药独自强撑忍痛，你去说这一切都是她所为，她是蠢人吗？想害别人反而害了自己。贵妃坠马究其缘由，都是因为你办了这场马球赛。皇后，朕想问你，当真毫无算计吗？没有。皇上，贵妃娘娘疼晕过去了。娘娘，皇上怎么总是怀疑到您的身上？皇上护着贵妃，就算贵妃真的是要害死嘉嫔，皇上也不会惩罚她。皇上对贵妃的喜欢真是奇怪，似乎贵妃怎样他都不会生气，倒是不像皇上能决定贵妃的生死，反而是像贵妃能决定皇上的生死似的。不管他们之间是何种关系，本宫一定要亲手让贵妃从云端坠落。皇上，臣妾好痛啊！你可认得王天海？王天海是谁？朕已查出害你的真凶是御马场的工人，叫王天海。皇上，一定要严惩王天海，他害得臣妾好苦。皇上，朕已将他五马分尸。燕儿，你最好没有骗朕。皇上，臣妾怎么会骗你呢？皇上，臣妾好痛，你今晚留下来陪陪臣妾好吗？今夜有要事处理，你好好休养。春和，告诉凤家，让他们好好管教好自己的女儿，否则他们家的2个儿子都别想好。是。皇后娘娘驾到！皇后娘娘，你来干什么？皇上说本宫不来探望，那今日本宫便来好好探望你一下。凤仪倩，你疯了！你想毁了你2个兄长的前途吗？后宫不得干政，怎么？贵妃是皮痒？以色侍人难以长久，你没有强大的母家，如今又容貌受损。你若是够聪明的话，就应该利用皇上对你还仅剩最后那点情分，为自己留条后路。凤仪强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也轮得到你教本宫做事？不怕告诉你，就算没了这张脸，本宫依旧会宠冠6宫。你的母族再强又算什么？只要本宫出手，弄死他们，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宠冠6宫，皇上这几日夜夜都没有来你这凌霄殿，我看啊，今夜也不会。一派胡言！皇上今晚会来的。那你就等着吧，本宫就不奉陪了。娘娘，夫人让人带了口信儿，让奴婢拦着你，别让您和贵妃作对，害怕贵妃对您兄长下手呢。凤家为保全族平安，一直低调隐忍。
换来的却是危墙的无妄之灾。如今又拿兄长的前程来威胁我，娘娘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贵妃暂且还不敢把手伸到前场，不过本宫倒是盼着这一天到来。娘娘这是何意啊？贵妃在后宫兴风作浪，皇上暂且能忍，但若是干政，本宫倒是想看看皇上是要江山，还是要美人。皇上，周嬷嬷将给皇后娘娘验身一事告诉了太后，太后才知道帝后并未圆房。皇后娘娘自己也没想到。朕怎么觉得她是算计好呢？皇上，刚刚那个刺客的，今夜有事，劳请皇上提前1个时辰前来。太后指使朕也就罢了，这刺客都敢对朕颐指气使了。皇上，这刺客如此嚣张，是否还留得？哀驾华清宫，你今日是越发随性，告了2天假，要求朕提前赶来，还让朕等了你3刻钟。没能守时，是我之过。您这天水之毒已经控制住了，但仍需进房事，尤其是施针完毕，此后也不用日日来此了，3日1次便可。哼，你什么意思？这感觉有几分熟悉。梦华之毒每10日发作，你按时给朕施针，朕便按时给你解药。多此一举。皇上，贵妃娘娘求见，此刻正在紫宸殿门口呢。让他去凌霄殿养伤。是。记住，梦华之毒10日一解。娘娘，你还是回吧。皇上敬重皇太后，他老人家都下令了。皇上出于一片孝心，定是……本宫一定要见到皇上。六公公，你去告诉皇上，本宫一定要见他，不然本宫绝对不会离开的。皇后娘娘呢？太后让奴婢来交代圆房之事。娘娘现在可还没回来呢。你愣着干嘛？娘娘呢？娘娘正在沐浴，我这就去回禀娘娘。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娘娘，您可算是回来了。周嬷嬷就在外面等着呢。您这是怎么了？中了大人的仙戒，只能先用内力压制住。皇后娘娘，太后特意交代过，让老奴伺候你。老奴这就进来了。周嬷嬷就要进来了，怎么办？连双1人伺候便可。娘娘，皇家不似寻常人家，帝后圆房需要面面俱到，恕老奴冒昧了。太后娘娘派你来，只是为了确保本宫跟皇上能顺利圆房。本宫若是不痛快，你且看这房，本宫今日是圆还是不圆？皇后娘娘教训的是，奴婢这就先行退下。你去将迷情香给皇后和皇上点好，不必让旁人知道。是，去吧。皇后还在沐浴吗？回皇上的话，皇后娘娘已经沐浴完毕，马上过来。皇上，贵妃称身体不适，您是否……臣妾参见皇上。叫几个太医过去吧，告诉贵妃，朕明日就去看她。是。你们退下吧。是。你过来。皇上有何吩咐？
怎么，周嬷嬷没有教过你如何侍寝吗？方才刚交代过他进房事，想必他是个新女人。皇后，你竟然如此不安分！此物并非臣妾宫中之物，方才周嬷嬷来过，定是太后之意。臣妾这就让莲霜处理了。你若不是故意让太后知道此事，今日朕怎么会来这儿？臣妾不敢。皇后，你怕疼吗？他不要命了。哼。朕嫌脏，皇后，你自己动手。所以，他今日也是想让我自己脱身，倒也省事。不管你搁何处，只要确保原帕上沾上血，足以交差便可。不要划在身上显眼处。把床上弄乱些，再过1刻钟就叫水。都怪这个老东西，要不是他，皇上定会抛下皇后来找本宫的。周嬷嬷，这是什么呀？贵妃娘娘不是看到了吗？凤围墙那个贱人凭什么？皇上说过，即使后宫的妃嫔再多，也只会独宠本宫一人。皇上绝不会碰那个贱人的。那原帕许是假的，皇后娘娘已经被……怎么可能？凤围墙这个贱人，不行，本宫不能让他再继续猖狂下去。春和，你去找皇城守卫司的守卫，给凤围墙那个不成器的兄长找点麻烦。是。还不够，听说凤家林姨娘的儿子凤明轩是个浪荡的废物，倒是能为我所用。娘娘，照办便是。木华之徒竟然如此难压制！娘娘，凤夫人有事求见，说是和凤大公子有关。看来林燕儿已经迫不及待要动手了。莲霜，你就说本宫不在。娘娘，娘娘，伤口又痛了。皇上，你都许久未曾来看过臣妾了，你和皇后是真的吗？朕的爱妃只有你。皇上，皇后娘娘不知中了什么毒，晕倒了。中毒？是。皇上，你要走吗？你。娘娘，你醒了。皇后，你好得很啊！难道被他发现中了木华之毒？娘娘，您晕倒之后，奴婢就去请太医。皇上也知道了消息，就来了。太医可说我是为何？太医说，您是因为气血有亏，劳损过度，所以才晕倒的。那就好。皇上为何还在这儿？娘娘，您晕倒之后就一直拉着皇上的手不放，还说要皇上给你暖床。什么？皇后，你最好没有旁的心思。臣妾不敢。梁国使臣即将抵达，届时会举办接风宴，以前都是贵妃操办，而今他伤重，朕便交给你了。记住，事关两国邦交，不可出现任何差池。梁国人两面三刀，出尔反尔。这次梁国使臣来到南齐，必将又是一场腥风血雨，是个难战事。臣妾定当好好操办。
娘娘，已经很晚了。滚！都给本宫滚出去！凤卫强那个贱人，本宫要让他死！陈和，凤女生的事情安排好了吗？娘娘，已经安排好了。皇后不听话，本宫有的是法子让她听话。南齐贵妃真是殊色双绝呀！凤家女果然名不虚传呢。故意姗姗来迟，还打扮得如此招摇，是想勾引谁？不过待会儿有他受的。参见皇后。免礼。齐皇，两国一战，孟将军带兵强攻，致使我大梁百姓伤亡惨重。听闻贵国能人辈出，不知能否与我们的勇士来个比试？若南齐胜，我大梁愿割3成作为建交之礼；反之，南齐须割6成补偿我大梁。这两国话里有话，是在埋怨孟将军强行出兵一事。这比试既不能输，还难赢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？今日参加宴会的武将本来就没几个，恐怕只有凤家的大公子可以一战。南齐大臣如此惶恐，莫非除了孟行舟就无人可战吗？笑话！我南齐将士个个有战必胜，比试一番便知。好戏马上就要开场了。此人名为魁斗，是我梁国赫赫有名的勇士。听闻贵国勇士颇多，便自请来贵国比试切磋。不知贵国派谁第一个上场呢？齐皇，就让外臣身边这位通事大人第一个比试吧。贵国人选当然是凤家大公子，毕竟凤家大公子是武状元出身，我们这位勇士也是武状元出身，两国武状元上场才能一较高下。莲霜，你去告诉凤彦辰，就说魁斗右腿有伤，只需要攻击这一点便能赢。娘娘，大公子昨日被血池所伤。齐皇，只是比试，倒也不必如此认真，不然南齐直接割地，我大梁也无话可说。比还是要比的。听说贵国有一习俗，便是武者须戴着图腾面具，并让官人击鼓助力，来者是客。不妨今天就按照梁国的习俗来。皇后娘娘如此豁达，我大梁就却之不恭了。久闻凤家出贤后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如此。凤家的女人了不得，不知男儿又如何呀？带凤大公子下去准备。凤大公子准备的时候，不如让南齐其他勇士先热热场，如何？准。皇上，说好的凤家大公子人呢？莫不是被吓破胆了吧？想躲没那么容易。还有谁？南齐无人敢上了吗？慢着！谁说我南齐无人能战？凤家大公子来了。看，他虽然戴着面具，但他腰间确实挂着那个绿色的玉佩。凤微强，看到了吗？你的好哥哥就要被你害死了。太过分了！怎么能这样干？这可是我梁国的第一勇士，士可杀不可辱。
秦王，快让那风燕尘住手，就连腰带都被扒了。这就是你们南齐的待客之道吗？竟然和那鬼刺客用了相同的招式。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，我们赢了！这个时候他能去干什么呢？暂作休整，回大殿。皇上，您这是？风燕尘呢？皇上，凤家公子正在此处换衣。参见皇上。这里只有你自己一个人？是啊，皇上。皇上这是怎么了？臣妾参见皇上。人都回大殿了，皇后这是要去何处？臣妾担心兄长，特来探望。方才台上比试时，朕并未见到你身在何处。比试前，臣妾听闻兄长身体有恙，臣妾担心，并前来探望。臣妾心神不宁，随后便去了小佛堂坐了一会儿，为南齐和兄长祈福。后来臣妾听闻兄长胜了，臣妾不胜欢喜。你去一趟小佛堂。是。皇上，小佛堂的管事说，皇后娘娘去过那儿，但没一会儿就走了。你觉得皇后说的话有几分是真？这奴才不知。回大殿吧。是。参见皇上。凤家大公子瞧着这般瘦弱，竟如此勇猛，使臣谬赞。凤家贱命果然硬得很。本想借梁国之手除了凤燕尘，枉费本宫一分好事情。小佛堂的管事交代，你只待了片刻，那么长时间，你在何处？待在哪儿？事发突然，那日臣妾听说有人勾结外臣，打伤了哥哥。南齐今日又险些败给梁国，在偏殿偶遇皇上时，臣妾正打算去找兄长，商议如何将证据呈上。后宫不得干政，你身为皇后却插手前朝之事，该当何罪？皇上，因为臣妾收到了贵妃勾结外臣的证据，贵妃干政，勾结外臣，滋事体大，臣妾只好冒着后宫干政的罪名，将罪状的复刻本禀告皇上。皇后，你又是从何处得知贵妃勾结外臣？兄长觉得胳膊受伤的时间太过凑巧，便私下让足狱审问了薛池。若薛池所言皆是事实，那贵妃便是提早就已经知晓梁国使臣比试的计划。兄长复刻了一份供状，悄悄托人送到臣妾手中。哼，提审薛池。是。皇上，薛池指证了受凌霄殿的太监指使，打伤了风大人。皇后今日做了这么多，事实上就是为了指控贵妃勾结外臣，陷害你凤家人。兄长受伤，臣妾承认，臣妾确实有私心，但臣妾身为皇后，身为一国之母，臣妾也有护国之心。臣妾斗胆问一句，贵妃勾结外臣已成事实，皇上打算如何处置？朕把梁国使臣来访宴会交于你，却状况晚出，朕便收了你的金印。贵妃之事，日后再说。娘娘，贵妃勾结外臣，可罪判通敌，可怎么不见皇上下令处置贵妃？反倒是因为您揭发了贵妃的罪证，被皇上夺了金印。不知道他林燕儿到底有何秘密，竟能保她安然无恙。但眼下最重要的事情，
便是我得赶紧找到赵钱藏在凌霄殿的手札。薛池那个废物呢？怎么没有让他死？薛池被皇上严加看管，奴婢不敢妄然行动。废物！本宫要你何用？娘娘，还有个不算坏的消息，王后受到牵连，被囚禁，加上宴会没有举办成功，被夺走了金印。真的，也不枉费本宫暗中做了这么多。更衣，本宫要去见皇上。娘娘，皇上这会儿……废物！难道要坐以待毙吗？快给本宫更衣！是。皇上，是否要审查贵妃与使臣的事？查。遵命。皇上，贵妃娘娘求见。让她进来。是。皇上，伤势未愈，就先回凌霄殿躺着吧。可是，如果臣妾不向皇上解释清楚的话，臣妾实在无法安心啊。不必，薛池的案子不重要，你先回凌霄殿歇着吧。看来皇上还是很在意本宫呢。本宫就算动了皇后的娘家又怎样？更何况皇上的命是我给的。谢皇上体恤。燕儿，你跟了朕多少年了？皇上，臣妾入宫4年了。皇上怎么突然问这个？退下吧。是。无论如何，朕会给他最后的体验。60两，你把金印从皇后那儿拿来，送到凌霄殿去。是。娘娘，只要皇上消了气，金印一定还能归还到你手中。无妨。别入网，尔以投喂。这，娘娘，您是要行动了吗？不必，皇上已经在调查贵妃勾结外臣之事，吴白在暗中给了线索，我们要做的只有等。凤微强这个贱人跟本宫斗，早就说了，在这宫里没有皇上的宠爱，她什么都不是。云妃姐姐与那贵妃一样，都是与那容妃几般相似的，怎就不见皇上对你也上这份心意？皇上喜欢谁，全凭皇上喜欢。也是，就连皇后娘娘都只是宠幸了一回，若非看在先帝的份上，怕是……舒妹妹，本宫倒是觉得，与其从云上落下，不妨就像现在这般，喝喝清茶，吃吃糕点。皇后娘娘，皇上宣您去御书房。贵妃娘娘，皇上召您去御书房。娘娘，一定是皇上想你了，这才召您去红袖添香呢。哼。凤微强就算真的查出什么，又能怎样？被禁足冷宫的是他，夜夜陪伴皇上的却是本宫。皇上，跪下！皇上，臣妾做错什么了？贵妃，皇上已经查明，您与梁国使臣勾结，是以他日能够透露北营孟少将军的行程为诱饵，让梁国使臣借着比试的由头，对我大哥行残暴虐刑。你可认罪？皇上，皇后在说什么呀？臣妾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？那位什么孟将军，臣妾怎会知晓他的行踪？这简直太荒谬了！贵妃，你想知道小路子在何处吗？你做任何事情，朕都能容忍，但唯独勾结外臣，这是通敌叛国。不是啊，皇上，臣妾没有，臣妾没有。朕的人已经查明真相，
你虽谨慎到让手下去跟外臣勾结，但是你总会留下证据。贵妃，这次朕保不住了。皇上，贵妃勾结外臣，已经证据确凿，但她毕竟是您的宠妃，若是此事传出，恐怕不利于稳定军心。是以，臣妾提议随便找个由头，将她打入冷宫。不要！微强一案真相大白起来，他还不能死，萧玉也舍不得，倒不如卖个人情，正好方便我去凌霄殿探查。皇上，臣妾可以接受任何处罚，只求皇上不要抛弃臣妾。皇后，你先出去吧。皇上，您真的是昏君吗？就连通敌叛国此等大罪也会包庇吗？朕会给南齐一个交代。凌燕儿，朕对你这4年的宠幸，加上这几日的体面，朕不欠你。皇上，你说过，臣妾永远都会是后宫最受宠的女人，你承诺过的呀。皇上，你真的要把臣妾打入冷宫吗？如果那样，臣妾宁愿死。朕身边容不下你。臣妾连死都无法威胁皇上了吗？皇上！皇上，臣妾真的没有勾结梁国，臣妾只是想利用他们对付凤家。他们暗中派人刺杀孟行舟，臣妾只是许了他们一个空口支票。皇上，臣妾是你的妃子，臣妾怎么可能通敌呢？皇上，凤家兄弟与你无怨无仇，说到底就是为了争宠，无所不用其极，妄图迫害为我朝立下汗马功劳的良将凌燕儿。看在这4年来你为朕所做的，朕不会杀你。来人，即日起剥夺凌贵妃的称号，贬为贵人，无诏不得面圣，永不复宠。皇上，你不能这么对臣妾。皇后，朕说过会给南齐一个交代，朕已严惩贵妃，将其降为贵人，你的禁足也减了，金也会送回你的手中。凌霄殿那些收贿之事，你一一列明，充入国库。你可还有什么不满？皇上圣裁，臣妾没有任何不满。凌贵人所犯之事，放心，臣妾一个字都不会对外讲。看来皇上也怕别人说他处事不公。接下来便是要找到那份手札，让凌燕儿为对微前犯下的罪行付出代价。只要找到赵钱的手札，凌燕儿便可定罪。这不是上次掉下的密室吗？他不是该在华清宫下吗？怎么？是人血。您上次所说赵钱的手札，奴婢已经找到。奴婢希望您能够保全奴婢的家人。奴婢不想像赵钱一样连累整家的人。放心，本宫答应你的事一定会办到。多谢娘娘。你是林燕儿的贴身侍女，皇上这么爱重林燕儿，除了她这张脸，还有其他理由吗？别的理由，奴婢不知。那林燕儿侍寝时，你可在内殿侍候啊？啊，这是万万不能的。皇上做内侍时，不喜有人伺候。只不过娘娘每次侍寝完，身体都极为虚弱，需要大量的阿胶、人参、燕窝，都是大量之物。好了，本宫知道了，退下吧。是。娘娘，这里可有记录山匪一事？
我们现在就去找皇上。先不急，本宫先去见。本宫要见皇上，皇上不见本宫，本宫就去死！快去禀告皇上！是。方伟强，是你害我，是你收买了薛池，是你害我，对不对？是我。你这个贱人！本宫要告诉皇上，你这个贱人，毒妇！收买？我只是让薛池说出了事实，并且承诺保护他的家人，并且让他把勾结外臣之事都推到你一个人身上。就算是告诉皇上，那又能如何？薛池所言，冤枉你了吗？方伟强，你这个贱人！什么时候开始计划这个事情？还是说，你早就已经知道是我指使，薛池上了凤燕尘？我今日来这凌霄殿，就是为了告诉你，一切都还没有结束。你做过的那些孽，即使扒几层皮，我也会全部还给你。还记得本宫刚入宫时，你送给我的那件带血的小衣吗？那个时候，我跟你说了什么？有没有好报，本宫不在意，但本宫只知道，恶人自有恶报。原来你是想为当初被掳之事报仇，凤微强，你做梦！皇上不会抛弃本宫的，绝对不会。等我出去，不会放过你的。你就这么笃定皇上不会弃你？难道是因为凌霄殿那条密道吗？你怎么知道那条密道？你敢擅自进凌霄殿？我奉皇命去搜查你那些赃物，恰巧发现那条密道。那密室难道就是你用来放赃物的地方？赃物？见过里面那张玉床吗？我和皇上就是在那上面缠绵的，那可是我和皇上的销魂窝。当然，像你这种不得宠的女人，是不知道个中美妙的。白玉床有疗养之效，皇上曾在那白玉床上用功逼毒，皇上和林燕儿之间存在某种密切联系，以至于林燕儿如此笃定，无论她犯什么错，萧玉都不会动她。你想干什么？那女刺客的梦华之毒今日就要发作了，可她为何迟迟不来？皇上，林贵妃说想见皇上您，不然她便自枪。起驾，起驾，回御书房。皇上每隔3日就会去你这凌霄殿一次，哪怕是你癸水日至，你还常常吃一些大补的食物。你当真以为本宫什么都不知道吗？我和皇上夜夜贪欢，进补大补之物不是理所当然的吗？你这个不得圣宠的女人，当然不懂这些。林燕儿，本宫不管你和皇上之间到底有何秘密，本宫都一定要你付出代价。就算是皇上，也休想拦住本宫。你就在这冷宫待着，好好等着你的报应。梁国这是什么意思？皇上，梁国此次前来，明则是求和，实际上他们私下里四处打探孟将军的行踪。他们得知孟将军身负重伤，不能上战场，所以要我们支付100万黄金，我们绝不能答应啊！是啊，皇上，若不按他们这么做，说要让孟将军负荆而行，替他们督臣请罪，不行。孟行舟是我们齐国的功臣，绝不能让他受此羞辱。皇上，这宁愿付100万黄金，也绝不能牺牲孟少将军啊！梁国的心思昭然若揭，孟少将军若踏上梁国的地界，必九死一生啊！是啊，皇上，梁国笃定了孟少将军受了重伤，一心想和我们开战。那便战，给朕宣孟行舟。什么？还要开战？将军，您是否要返回战场？是时候该跟这个林燕儿算总账了。莲霜，更衣，面圣。是。皇上，臣妾有冤情要诉。
皇后，你可知这上面写的是什么？您正在看的是山匪的初始供状，是没有任何删减的真相，上面记录了臣妾被掳后真实发生的一切。宫中嬷嬷早已为你验过身，可为何供状上却说你被掳后就医？臣妾用了抑郁禁药，蜕了一身皮，才除掉那个伤疤，还有修补之术，是以即便是宫中经验丰富的老嬷嬷，查不出臣妾已然废。所以你一直在骗着。重点是欺君吗？皇上，山匪的证供中提及臣妾被凌辱之时，林燕儿就在旁边，赵钱的手札中也有大量的记录，大多都是林燕儿所指使，其中就包括他让山匪绑走臣妾，行凌辱之事。住口！皇后，你真是疯了！谁让你查的林燕儿？朕说过，赵钱山匪一事早已结束，你违抗朕的旨意，私下调查，你做的这些早已越过一个皇后的本分。于臣妾而言，此事并未结束。臣妾遭逢祸事，本想一死了之，但臣妾实在不甘心让罪魁祸首逍遥于律法之外，甚至得到陛下的圣宠，高高在上。臣妾现在还活着，便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查出这些罪证，让真凶付出应有的惩罚。冯维强，朕看真是活腻。当初那些山匪的证供并非如此，这么做便是承认你收买那些山匪，让他们做了不实不全的证供。这些都是细枝末节，为了查明真相，使用些手段也无可厚非。若是皇上非要揪着此事不放的话，那么等皇上惩处完林燕儿，皇上想怎么处罚臣妾，臣妾都领受。只有这些供词吗？你若拿不出其他证据，臣妾还有证人。马球赛后，王天海被查出是陷害2位妃嫔坠马的真凶。事实上，王天海是受林燕儿所指使，陷害家嫔。他被抓后，林燕儿担心他把自己供出来，便派了宫女珠儿前去灭口。你究竟想说什么？那晚，宫女珠儿并未死，而是被臣妾悄悄救下，送到宫外治疗。现在她可以站出来指认林燕儿的罪行。赵钱的弟弟赵熙，他是赵家唯一的幸存者，指认林燕儿手下害死了他一家。若是这些还不够的话，还有林燕儿的贴身侍女春和，她也可以站出来指认林燕儿的种种罪行。他居然暗中做了这么多事，连林燕儿的贴身婢女都能拿下。皇上，人证俱在，臣妾现在就能召他们进宫作证。眼下正是我南齐与梁国焦灼之际，朕没工夫处理这些后宫恩怨。朕说过，到此为止，便是一切终了。皇后，拿着你这些没有用的东西，滚回你的永和宫。他居然还是要保林燕儿。刘世良，将皇后拉出去。是。我自己走。娘娘，怎么样了？皇上还是要保林燕儿。可是证据这么齐全，这不公道。没有公道，本宫就自己去讨。林霜，今夜我还要去密室里探探，皇上跟林燕儿之间到底还有什么？微强恢复清醒。林霜，我还有事，先出去一趟。阿姐，是你吗？真的是你吗？是我回来了。魏强小姐刚恢复清醒没多久，人还有些恍惚。魏强，我们离开皇城，去北境好不好？阿姐，那些土匪，他们把我……魏强，别怕，都过去了。等到了北境，我会永远陪着你的。过不去的，我还能看到他们，我还能看到他们，他们在那儿，还有我贵妃，他们要来了，他们要来了。魏强，别怕啊，有我在保护你，
谁要是敢碰你，也要问一下我的剑同不同意。皇贵妃拦了我逃，皇贵妃把我抓了回去，她看着我，她看着我笑，她给我跪跪求她，让我一辈子活在惊恐中。她来了，微强。孟将军，属下找到了赵熙曾经发现的书页卷页，里面记载了天水制毒的抑制方法。去冷宫。连霜，冯一强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要干什么？冯一强，他脖子里怎么回事？我记得冯维强脖子下有颗血痣，果然是心头血。你怎么知道？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我犯了天大的错，皇上会护着我。即使我被降了位分，也只是暂时。皇上爱我，也需要我的心头血。你就这么确定他会一直需要你心头血吗？当然。看来需要加快解天水制毒的速度了。他脖子上没有那颗血痣，他不是凤微强。真正的凤微强蠢钝软弱，不会如此行事的。你打探到的消息是真的？这些都是凤微强的爱好习性，都是从凤鸣轩那里得知的，千真万确。皇后，本宫就算是死，也要拉着你一起死。来人，去通报皇上，本宫想吃宁妃做的桂花糕了。是，皇后娘娘，这是臣妾亲手所做，还望娘娘点评一二。宁妃难得有心思亲手给本宫做食物，有事不妨直说。林贵人这些年独得恩宠，盛气凌人，这宫中姐妹很感谢娘娘帮我们去除这颗眼中钉。娘娘，糕点味道如何？不错，略有些咸，臣妾日后改进。娘娘最近可否听到宫中秘闻？最近林贵人可不安分呢。娘娘，宁妃为何待了如此之久？从未见过她如此话多。娘娘，娘娘，梦华之毒发作，无需前我华清宫。娘娘，林贵人为何要让你给皇后娘娘送糕点呢？林贵人在冷宫已无翻身的机会，这么多年她独得恩宠，还是有些本事的。她答应本宫，只要帮她这一回，便会暗中指导本宫争宠。皇后不是皇后，皇上，本宫要见皇上，见皇上。本宫知道皇后的大秘密，为何不帮本宫？只要皇上毒发，就一定会来找本宫。就算你们不说，皇上今夜也一定会来的。等本宫复仇，把你们都处死，统统都处死！这是10日的解药。找一个无人打扰的地方，我需要整整2日，帮你一次性把毒解了。我记得你说过，起码需要半年。我找到了法子，你若是不信的话，找人盯着便是。刘世良，你带着朕的暗卫守在门口。2日过后，朕要是没有出来，集河宫之力，杀了
是。接下去我会每隔2个时辰为你施针，一次比一次痛。你若是承受不了，随时可以喊停。你只管下针。解了这毒，朕便会将梦华之毒的解药给你。你会念清心咒吗？朕不会。那我念几句，你记一下，待会儿有用处。尘垢不沾，俗香不染，虚空凝密，浑然无物。皇上怎么还没有毒发？就算不毒发也该难受了，他一定会来的。你去，给本宫问问皇上如何了。娘娘，皇上一早便出宫巡视了，要离开2天，今明2天都不上朝。不可能！此次施针跟之前有所不同，你若是承受不住，便按我方才教你的默念。你这是？别说话。萍水相逢，他不惜销毁魅力救人。你这是？其中经历，莫要乱想，念清心咒。你对朕做了什么？为何朕浑身燥热？人体内的血液有通行管道，施针后管道扩张，会加快血液的流动速度，如此才能快速变通。你若敢骗朕，朕定将你碎尸万段。念清心咒。尘垢不染，俗香不沾，虚空凝密，浑然无物。清心咒，朕忘了。清心咒，朕忘了。我念一句，你念一句。尘垢不沾，俗香不染。尘垢不沾，俗香不染。虚空凝密，浑然无物。虚空凝密，浑然无物。子时已到，若皇上未出来，我们立刻冲进去，将那刺客杀死。是。放我下来。解药，炼制1颗解药需耗15日，目前只有这1颗，其余的会陆续给。华清宫的灯便是我们相会的信号，灯亮之时便来取药。朕倒是很想知道你是何模样。好奇害死猫。哼！拿下他！放他走。皇上，您不是说一定要知晓刺客的身份吗？他还会回来的。娘娘，将我身上的衣服拿去销毁，明日一早我要面圣。娘娘，您不歇1天吗？与梁国的战事一触即发，我得赶紧为危强复仇。如今皇上的天水之毒已解，我成功的概率会更大。你还敢来见朕？就不怕朕定你欺君之罪吗？臣妾上次前来有一事漏报，特意来禀报皇上。想必皇上是因为政务繁忙，并未发现上次的正供和手札都是复刻本。你想做什么？臣妾既然赶来陈明冤情，便已做好了最坏的打算。除了您手中的那些，臣妾还有无数的复刻本。今日太阳下山之前，若是臣妾没有发出信号，那些复刻本便会出现在皇城上空，落到每一位皇城百姓的手中。好大的胆子！
你敢威胁朕？还请皇上准许臣妾传召人证。传证人。皇上，草民的兄长赵乾在王贵妃娘娘手下做事，他写下那份手札是为了给自己留条活路。手札所言句句真实。皇上，是贵妃娘娘让奴婢刺杀皇天害的。娘娘怕赵乾的家人知道一些事情，所以让奴婢去安排山匪。山匪掳走娘娘一事，也是娘娘。还请皇上圣裁。凌贵人罪大恶极，免为庶人，判流放之刑。什么？不可能！皇上不可能会流放本宫的。皇上今夜如果不来，本宫便不活了。娘娘，皇后娘娘一早便去皇上那里了，怕是……什么？好你个凤归强！你不让本宫好过，本宫这就揭穿你的真面目！还不快去叫皇上！皇后，你可否满意？不满意。皇后这是过了今天就不准备活了吗？你还想怎么样？皇上，请您将林燕儿的罪行昭告天下，包括她杀人、私通使臣。昭告天下？别的也就罢了，你是想让天下人都知道你这个皇后早已被害得失真吗？皇上，您看重皇室声誉，臣妾也不想遭人议论，是以你只需公开林燕儿的罪行即可。至于受害者的身份、具体经过，便可省去。你考虑的倒是周全。朕若是不这么做，你当如何？要把这些供状副本洒落全城吗？林燕儿的罪状，您若是自己拟，还能避重就轻；但若是我做这些，必将原封不动，鱼死网破。朕已判林燕儿流放，你还有什么不满？你要将她的罪状公之于众，是要打谁的脸？与其遮掩回避，倒不如直面过错。皇上的圣宠便是林燕儿的护身符，使得她恃宠而骄，令薛池等官员对她趋之若鹜，对她行贿，也使得她萌生出了独占恩宠的心思，甚至觊觎皇后之位。否则，在臣妾进宫之前，并未得到您的青眼，林燕儿为何要用如此狠辣的手段对付臣妾？百姓中早有传言，说您与林燕儿就像是那纣王妲己，自古妖妃祸乱后宫与朝纲，而他身后的君主从来难辞其咎。皇上既然担心龙颜有损，臣妾倒是有一个好法子，不如皇帝紧接着下一道罪己诏。皇后，你敢威胁朕？你可有想过，往后的日子该有多难？朕有千百种手段，让生不如死。南齐现在内忧外患，难道皇上要让一个通敌叛国、杀人如麻的毒妇寒了边疆战士的心吗？皇上，太阳快下山了，要你旨吗？拟定贵妃罪状，昭告天下。这罪己诏已写，皇后如此，你可满意了？林燕儿只是被判流放，当然不满意，但那些不足的，本宫会自己补满。臣妾自知破败之躯，不配再侍奉皇上，是以还请皇上废后，臣妾自会离开皇宫。犯了错便想跑，朕是不是说过，往后余生，朕要你生不如死？来人，将皇后。皇上，罪己诏和林燕儿的罪行已经昭告天下。还有一事，林燕儿在鲁宫自残，说要求见皇上，事关重大，关于皇后。摆下冷宫。是。皇上，皇上，你终于来看臣妾了，臣妾好苦，好想你。你也在威胁朕吗？臣妾怎么会威胁皇上呢？虽然臣妾流了好多的血，臣妾的心头血永远都为皇上准备着。皇上脖子处的那道银线呢？皇上，臣妾实在是担心您，才不得已出此下策。您近日身体可安好？这几日有没有毒发？那日嫔妾瞧见您的脖子。朕很好，以后不要再用割腕的把戏威胁朕，命是你自己的。这4年你辛苦了。
臣妾不辛苦，皇上，臣妾只求能给皇上解了那天水之毒。不管你要臣妾多少心头血，臣妾都愿意。你还需要臣妾的，对吗？朕会让人打点好一切，流放路上，不叫你遭罪。到了南边，改名换姓，过好剩下的日子。皇上，只有臣妾能救你啊，皇上。朕意已决，怎么处罚臣妾都可以，但你不能拿自己的安危开玩笑啊！朕对你已经仁至义尽，流放是罚，也是最后一次救你。以后你是生是死，都与朕毫无关系。皇上，那你毒发了怎么办呢？朕不再需要你的心头血。这不可能！是不是皇后做的？是不是她污蔑臣妾，才让皇上你这样对我？皇上，那是皇后算计臣妾，臣妾是冤枉的呀！皇上，皇后根本不是真正的凤围墙，臣妾有证据证明。皇上，皇后根本不是真正的凤围墙，臣妾有证据证明。真正的凤尾墙对桂花之类的食物过敏，食用身上就会起血。可是那日他吃之后，身体并没有症状，以此证明他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皇后。林燕儿，你的罪行已经昭告天下，明天一早便会发往边关。路途上，你辛苦了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！皇上。今日林贵人离宫，您可要相送？不必，路上定要打点妥当，不可出事。是。皇上，在下查清皇后一事，臣暗中打探了皇后娘娘的习性，灵燕儿所言为真，皇后确实对桂花的母过敏，并不善骑术。那日宁妃送去糕点，皇后吃了，虽然吐血，但并非食物相克症状。传皇后。林贵人犯下重罪被流放，这一路怕是不好过呀。瞧瞧她那样子，哪还看得出她曾是盛宠一时的皇贵妃呀？替本宫送送林贵人。宁妃姐姐可真是好心呢。微乔，替你报仇，阿姐就剩最后一步了。阿姐说过，你所受的，阿姐都会替你还回来。皇后。你以为本宫走了你就能好过了吗？皇后，皇上知晓你的身份，一定会废了你的。本宫只是在路上受委屈而已，本宫一定会回来的。快走！本宫一定会回来的。皇后娘娘，皇上召您去御书房。罪臣参见皇上。你即使有罪，可有想过，按照宫规，你该受到何等惩罚？臣妾自知无法担任中宫之位，这一点，你倒是有自知之明。不过，还有一事，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朕？朕给你一次机会。难道他知道我是你刺客？皇上有事不妨直说。你确定你是凤家女凤微强？确定。如何证明？皇上若是不信的话，大可以把家父请来，滴血认亲。皇后倒是坦荡。报！皇上，南京有军情。北边梁国还未定下，南边又出了什么事？在真相查明之前，皇后禁足永和宫。罪臣遵旨。娘娘，奴婢听说朝会时，大臣们都说皇上那道罪己诏有明君之范，连带着待您也赞不绝口。如今又逢边关战事，更没工夫追究您先前的欺君之罪了。皇上好像对您的身份有所怀疑。怪不得林燕儿说我也不会好过。无妨，他既然能猜到我不是凤围墙，但他猜不到我也是凤家女。我与林嫣儿的仇，今日便是了结。娘娘，可是，娘娘，你还在禁足啊！
贵人，上头说了，把你送到南边就给你放了，到那之前只好先委屈你了。你有什么要求，尽管提。本宫不想去南边，本宫只想回到皇上身边。可皇上他竟然不需要本宫的心头血了。只要你们带本宫回去，好处少不了你们的。这不可。这孟兴州拒不灭圣，这如何是好啊？这梁国使臣此次前来，见不到孟兴州，一旦回梁，不出半月，必定开战呐！战就战，朕就不信，我南齐除了他，便无人可用。是啊，我看凤家大公子凤延辰就是个好苗子，上次他打败了魁斗。是啊，行了，今日之事就此结束，你们都退下吧。凤梨，你留下，朕有事与你商谈。你们凤家真是出显后，朝中大臣都因为那份罪己诏书对他夸赞不已。你可听说了？皇上息怒啊！皇上，都怪微臣教女无方，才导致他行事如此猖狂，不计后果。上茶。皇上饶命！皇上面前笨手笨脚的，还不赶紧收拾了，滚出去！皇上该不是二世我，若是皇后再敢造次，便杀了我吧。皇上饶命啊！皇上饶命啊！臣斗胆恳请皇上再给微臣一次机会，臣绝对好好教育小女，让她以后不再如此猖狂行事啊！当朝皇后，你还没有资格教育。回去吧，朕会提拔凤叶辰，让他去战场立功。是皇上，是皇上。回禀皇上，雪融了。恭喜皇上，皇后并未弃军，要不解了皇后的禁足？不必，摆下永和宫。凤微桥，凤微桥，原来是你这个贱人！虽然你的罪行已经昭告天下，不过我更喜欢动私刑，报私仇。彩月，我要你给小姐道歉！道歉！皇上会救我的！不管天涯海角，皇上都一定会找到我的，会为我报仇。凤微桥，你这个贱人，皇上一定会替我杀了你的。秦苑，我说过的，你的报应我会给你的。彩月，挑断他的脚筋，送去暗娼馆。娘娘怎么还不回来？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完了！皇上，皇后可歇了？对，娘娘正在沐浴，准备歇下。娘娘正在沐浴，准备歇下了。皇后可真爱沐浴，朕次次来，她都在沐浴。报，皇上，林贵人在路上被人劫走了。找！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若是找不到人，你们提头来见。是。叫皇后出来见朕。皇上，娘娘有刺客！追！皇上圣驾至，也没人通报。皇上，里面尚未收拾。你一直都在沐浴？是。刚才进来的刺客，你可看到了？没有。怎么，
皇后不敢让我搜。皇后，你最好盼望我不能搜出来。他一直出现在你这永和宫附近，若是搜不出，你便是那刺客。有刺客！谁？是。皇上，臣妾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还好让我摆下吧。凌燕儿被劫走，你可知道？臣妾不知。你最好不知道。刘世良，华清宫点灯。是。解药做好了。你落下的。找我来就是为了这个。毒发了吗？放肆！朕的龙体，岂是你能随意碰？你居然不信我，为何要点灯？难道还想抓我不成？一个刺客就藏在朕的眼皮子底下，朕怎么能轻易放过？朕给你2个选择：要做朕的暗卫，朕给你俸。另一个选择。怎么，你不愿意为朕效力是有主吗？江湖闲散人无主。朕给你第2个选择，去北大营为国效力。倒是听说过，北大营有一支娘子军。那儿的娘子军是孟行舟将军所组建，他脾气暴躁，不会因为你是女子就对你放松管理。像他这种闲散惯了，怎受得住？此事事关重大，容我再考虑考虑。2个选择我都不要，我当然是选择回到北大营，继续做我的孟将军。梦华毒解之前，给朕答复。这是大补盘，能助你更快恢复内力。谢皇上。朕会让陈吉每日给你送上1颗，你可在此调息，直至内力恢复。他会如此好心？朕不想欠你。朕有事问你。皇上有何吩咐？做朕的暗卫，不是个好差事吗？能为皇上做事是无上荣光。那你是愿意做朕的暗卫，还是去做娘子军？我可是个完完整整的男人，皇上难道是打算把我阉了？愣着做什么？回答朕！皇上，在下只想永远做皇上的暗卫。出去吧。是。皇上，那女刺客我们不抓了吧？派人盯好永和宫，这刺客多次出现在永和宫附近，定和皇后脱不了干系。是。娘娘，您这几日怎么都没出门啊？皇上已经开始怀疑我了。这永和宫到处都是暗卫，如何能出去？那该怎么办？等。这永和宫到处都是暗卫，你是如何进来的？皇上今日无心关心这永和宫。将军，梁国开战了，两人假意求和，实则早就开始准备战事。我军应对不及，已经伤亡1万多名将士。我北大营的将士死了1万多人，是我之过。连霜，若是陛下询我，你便说我收到了家书，听闻兄长奔赴梁国战场，我自愿为兄长和南齐百姓出宫祈福。娘娘，您真的是去祈福的吗？做什么都好，都是为了南齐能胜。伍佰，我去一趟华清宫，稍后便跟你一起快马加鞭前往战场。是。此药服下，梦华之毒便可解。多谢。帮我转告皇上，我还有事未了，不能做他的暗卫，更不能去军营。皇上，孟行舟带兵强攻，战局扭转了。好，还有一事，前几日那暗卫前来拿药，说自己有事未了，离宫了。那皇后呢？可有人守着？前几日连霜来报，说皇后娘娘出宫祈福了，您焦灼于战事，许是忘了。出宫祈？是啊，太后娘娘还夸皇后娘娘良善呢。她要祈福多久？
严霜说战多久，他便祈福多久。皇上，歇一下吧。若是有战报，定会第一时间传来的。不必。皇上，孟将军带兵攻入梁国皇宫，梁国降了。不过孟少将军受伤了，伤势如何？据说凶多吉少，不惜一切代价医好他。明日一早带皇后回宫。是。刘公公，娘娘说还得再祈福几日，让上天庇佑将士们平安归来。严霜姑娘，皇上的命令是让皇后娘娘今日就回宫。毕竟这后宫许多事务需要皇后娘娘操持，就比如给凯旋的将士准备承风宴。总之，耽误不得。严霜姑娘，皇后娘娘在里面吗？当然在。那好，咱家这就去里面请她。娘娘还在祈福，不能进。按住她。是。放开我！了空大师，祈福需善始善终。皇后娘娘闭关诵经，老衲为其所托，任何人不得入内打搅。这了空也是先帝时期赫赫有名的大将军，自觉善念太重，投身佛门，声望颇高。我还是先回宫禀报皇上比较稳妥。既如此，奴才先行告退了。谢谢大师。南齐大圣，娘娘功不可没，老衲自当竭力守护。皇上，您3日前让暗卫调查的了空大师查到了，那了空和凤大人是故交，凤夫人经常去大昭寺上香。据说皇后娘娘此次去大昭寺也见过了空，两人密谈良久。看来皇后去大昭寺不只是祈福这样，带皇后回宫。是。等等，备马，朕亲自去大昭寺。是。皇上，皇后娘娘日夜祈福，怎么，朕会坏了这福气？老衲绝非此意。奴婢参见皇上。皇上，娘娘她还在祈福。战事已毕，你为何不回宫？祈福未完。你与了空，早听说过闭关祈福吃喝艰苦，莫不是朕真的错怪了他？怎么这么烫？回宫，传太医。娘娘的热症应该是由伤口引起，若是太医发现娘娘身上的伤不对，不行，我得想法子先为娘娘处理伤口。皇上，娘娘流了好多汗，奴婢先给她擦一擦。娘娘，你这是何苦啊？皇上，这边有个暗格。皇上，这……不可打草惊蛇。娘娘，这是永和宫。是。是永和宫。昨夜您昏睡不醒，高热不退，是皇上送您回来的。九爷，你伤得怎么样？无妨，养几日便可好。这是你爹为你种金球的药。什么药？九爷，你以后行事切莫急躁。这次虽然有惊无险，不然凤家就保不住了。若是我不去，南齐就要保不住了。母亲知道。好孩子，把药吃了吧。
这是能让你内力尽失的药。娘就你这么一个女儿，你父亲这么做虽然有些独断，但都是为了你好。够了，莲霜，送夫人出宫。夫人，请。娘走了，但是我要让你知道，作为母亲，你可你恨我，也要让你平安活着。娘娘，夫人她只是想……无妨。母亲既然已经把药的作用告诉我，也没想到我会真的吃。皇上还在查林嫣儿吗？据说战事一平，便竭力寻找林嫣儿了。皇上毕竟是一国之君，想查的话，只是时间的问题。那怎么办？娘娘您是要杀了他吗？我要让林嫣儿痛不欲生，我要她把她看中的一切都毁掉，为强之痛。我要她付出千倍万倍，不然难以解恨。皇上，皇后娘娘醒了。朕知道了。九节鞭一事，先不要打草惊蛇。现在看来，女刺客不是皇后宫中之人，便是皇后本人。身体可好些了？好些了。朕准备为孟将军设庆功宴，劳烦皇后操持。皇上，臣妾身体不适，恐怕难当众人。算了，你身体确实还未恢复，朕另选他人替你。朕先走了。他的毒不是都解了吗？为何还会毒发？拜驾子成功。娘娘，好好的，皇上怎么突然走了？难道是想引我报吗？移驾华清宫，点灯。这皇上，这么晚了，应该不会来了。奴才参见皇上。你为何在此？奴才路过华清宫，瞧见里边亮着灯，无人看守，便以为有宫女在里头洒扫。你当着皇上的面，若敢有半句虚言，斩！皇上饶命啊！奴才是与宫女相约，见有灯亮着，便以为她先到了。拉去行者司。是。皇上饶命啊！皇上饶命啊！是太假了吗？所以没能骗到他。不过只有亲眼看到，才能知道是假的吧。拜驾永和宫。皇上，娘娘已经歇下了。退下。皇上突然来臣妾这儿，有何事？皇上是要做什么？皇后，朕难受的要紧。他果然在怀疑我。皇上不舒服，可有请太医？皇后当真不知情吗？臣妾当真不知。每个人的脖子、手腕粗细都是不一样的，身上的味道大抵也是不同的。皇后，你觉得朕的记性如何？臣妾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那么，你好好给朕解释清楚，你殿内藏着的九节鞭和银枪是谁的？原来他看见那九节鞭了。臣妾可以解释，臣妾入宫除了莲霜，还带了一名女暗卫，随臣妾一同入宫，保护臣妾的安全。这些东西便都是他的。暗卫？他是我偶然遇见的，身份不详。臣妾见他可怜，
便一直留在身边。此事爹娘并不知情。入宫后，臣妾让他暗中帮我调查林燕儿的事，此事能水落石出，他功不可没。那林燕儿是不是也是你让人掳走的？并未。现在他人在何处？他并未卖身为奴，来去自由。在臣妾出宫祈福的前几日，他便辞行。他说想去北疆看看。你舍得他走？我与他萍水相逢，他已经帮我查出了林燕儿的罪行，恩情已还，便是两不相欠。就算是舍不得，但也留不住。皇上方才那般，难道以为他是臣妾假扮的？你帮朕替他说句话。臣妾，你告诉他，只要他愿意回宫，朕随时都可让他做朕的暗卫。他为了救朕，不惜损耗内力。朕身中烈毒，也是他帮的朕。他为朕所做的一切，朕都不会忘记。好，明日朕会将金印送回永和宫。朕那日所说的话，仍然算数。朕也不在意你的清白，你只需要尽好你皇后的职责。娘娘，您……皇上已经起疑，我得提早离开皇宫。今夜他不会再来了，我出去一趟。1个时辰200文，这可是我们这儿最次的货色。公子您真的不换一下？你可以走了。凤为强，皇上一定会找到我的。皇上确实在找你，不过皇上若是看到你现在这般模样，会作何感想？真正害你的人，正是那暗中布局的神秘人。什么神秘人？你在胡说什么？天水之毒，只有在北境边疆才有。皇上从未去过此处，又怎会如此？那秘书上所说，得药浴3年的人，以心头血方能入药。你又怎么提前得知此事啊？哼，凤为强，你想诈我？你以为我是如何这么轻松拿到那些证据的？你以为是谁给的我修复身体的秘药啊？什么？他也找过你了？他也找你了？果然。跟你说实话，但你要让我见皇上，我要亲自告诉皇上，死我也要死在皇上的刀下，否则不管你怎么折磨我，都不会说。你就不担心他恨你吗？皇上已经不爱我了。皇上还在找你，你若是告诉我这背后之人，我倒是可以跟皇上撒谎，在他那里给你留下最后一个好印象。若是皇上知道是你害了他，他会多恨你啊！你威胁我？你若是说实话，我可让皇上再见你一面。石虎大儿，是梁国人，他们利用我暗示谋害皇上，他们只说会让我得宠，没说会让皇上身中剧毒啊！你要干什么？你再也说不出任何话。其实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只是猜疑。没想到你居然招得这么快。不过我也不会让你吃亏。我也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凤微强是我双胞胎妹妹，她被你害死，而我跋涉千里入宫，只为将你的报应还给你。我凤九言，不为争宠，只为将微强所遭受的一切还给你，甚至1000倍100倍。随后会让你见皇上。不过，你觉得皇上若是知道是你要害死他，他会不会亲手杀了你？这是我从凌霄殿找到的，
中间撕的一页正是赵熙提供的那一页。好，明日一早我要进宫面圣。您真的不当皇后了吗？大仇已报，何苦困在这红墙之内，为他人做陪衬？更何况，作为微强，我要复仇；作为将军，我要保皇上平安。林燕儿居心叵测，不能不防。孟将军的庆功宴，暂且交给宁妃吧。这，还有，你把金印拿给皇后。这，算了，朕今晚亲自送去。这，皇上，女刺客的事还查吗？不用查了，这人就是皇后。我在刺客身上撒了广寒仙，此物1个月之内无法消除，也不会蹭到别人身上。昨晚，我在皇后身上闻到了广寒仙的味道。原来如此，可皇后娘娘身手如此好，入宫前又怎会被山匪掳走？并且上次怀疑皇后的身份，属下特意查了皇后习惯，皇后自小并未学习过武功，又怎会有如此身手呢？皇后身上到底还有多少？皇上，皇后娘娘求见。传。皇上，臣妾有私事禀报。林燕儿是臣妾所劫，还被臣妾挑断了手筋脚筋，送去了暗娼馆。你说什么？她还没死，臣妾可以带你去见她。他嗓子怎么了？被我毒哑了。朕会为你报仇。皇后，你怎么敢？皇上难道不想知道，这天水之毒究竟是何人所下的？这关林燕儿什么事？因为这毒正是林燕儿和梁国人所下的。那他为何取他的心头血给朕？因为他想成为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就算是杀了无数人，也不会被皇上责罚的宠妃呀，是吧，皇贵妃？这本书上记录了如何抑制天水之毒。你只知道需要取人心头血，但你却不知这人要药浴3年。林燕儿又是怎么知道？这个事儿林燕儿已经招了，是吧？林燕儿。林燕儿说，利用她这么做的人，正是那胡达尔。胡达尔已经被孟少将军所关押，皇上若是不信的话，可以派人去审。皇后，你入宫就是为了报仇，是吗？为朕解毒也是为了报仇，对吗？看来他已经确定我便是那名刺客。罪妾自请，皇上废后。待朕查明林燕儿一事，再来找你。皇上，属下亲自去北大营审问了胡达尔，他为了保命，已经全部招了。这是供状和他保留的与林燕儿往来的信件。林燕儿属于后宫之人，此事交由皇后处理。是。你们退下吧。林燕儿，你还记得吗？你第一次来永和宫探望本宫的时候，送了一件粉红色的小衣。臣妾这有一份礼物，还望娘娘收下。那日，我替微强收下了你的小衣。今日，我也将以微强之名，光明正大的在这永和宫让你抵罪。莲霜，你去代我写一封家书，告诉母亲，微强还活着，林燕儿已死。微强，
我的女儿，你受苦了。娘，女儿害怕，女儿想您。就连这逆女，怎么敢将此事告知于你？哎，他还偷偷带人来医治他，竟是万一！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风里，你怎敢欺骗我说我的女儿已经死了？你让我的女儿在外受苦这么多年，你不配做人妇，为人妇！你，凤大人得罪了，皇后娘娘有交代，不许你伤害任何。哼，逆女，逆女！魏强，娘来晚了，娘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了。皇上，臣妾将林燕儿杀了。皇上，臣妾入宫的目的本就不纯，如今双手染血，这皇后之位，臣妾实在是无力继续做下去。看在你救了朕的份上，朕不与你计较，你大可继续做你的皇后。你回永和宫去吧。臣妾救你，是因为您是一国之君的身份，可难道皇上就没有起疑过我一个升阁中的女子，为何会袭我？你身上有诸多秘密，朕并不十分在意。朕想要是一个能够对朕真心、帮助朕解决后宫之事的皇后。冯围强，朕对你还算是满意。你这是做甚？启禀皇上，我不是凤围强。你说什么？凤家有二女，视为双生。围强是我的妹妹，我是姐姐凤九言。众所周知，世代将双生视为不祥。留意去矣。说他不是凤围强，便能解释为何他有一身毫无意义。所以，你是被丢弃的那个。是。好一个李代桃僵！凤家竟然犯下如此欺君重罪。凤九言，你冒着凤家全家被砍头的风险告诉朕，就是为了离开皇宫，对吗？皇上，我本就不是凤围强，不该留在这宫里。真正的凤围强，她在何处？为何替她嫁进宫的会是你？围强婚前遭受山匪凌辱，回家后只字不提，爹娘并未知道他到底发生了什么，直到我回来看他，这才把一切的真相告诉我。他说跟我指认了林燕儿，然后当着我的面自枪而亡。后来我便瞒着爹娘，假扮成围强，替他入宫，为他复仇。你的意思是，替嫁一事，凤家并不知情？是，无人知晓，没有人有胆子敢欺君。如此大事，凤家怎能完全不知情？凤九言，你是当朕好骗，还是笃定朕不会怪你？皇上，所以密钥修复与是假的。当初是臣妾欺君。你与凤围强是双生姐妹，当初先皇赐婚是因为你凤家女的命数。你与凤围强是双生姐妹，谁嫁不是嫁？替嫁一事，朕不予追究。过几日便是孟行舟将军的庆功宴，皇后。皇上，还有一事，臣妾尚未禀明。朕对你可谓是一忍再忍，朕再给你一次坦白的机会，不然你与凤家朕都会降罪。最后一次，胆敢有任何隐瞒，罪不容诛。皇上，其实我是……你去写陈罪书，把你犯下的错，对朕撒过的谎，原原本本的写下来。是。皇上若是不信，可找北京战士前来一看，当面认一认便可。所以，打下魁斗之人是你。那几日出宫祈福，也是去了战场。是。看不出来，朕的皇后深藏不露。你今日坦白这一切，
就是铁了心想要出宫是吗？他若是孟行舟，怎么甘心被束缚在后宫？说实话，别再骗朕，别再骗朕！求皇上成全。如此说来，你当初冒着内力尽失的风险，为朕解天水之毒，是因为你孟少将军本就是忠君之人。是。少将军果然对朕忠心耿耿，你几次三番舍命护驾，朕该赏。皇上，我别无他求，只求四境安好，一生为国效忠。那是自然，不过做得好有赏，做得不好就该罚。你作为皇后，一心筹谋复仇之事，现在大仇得报，作为皇后，你不该留在皇宫尽皇后之责吗？皇上，臣妾无法承担皇后之重任。几日前，我听闻梁国想要投降求和，想问皇上是否和谈？你这是在揣度圣意。邻舍欺我一寸，我欲怒而攻之；邻舍求饶，献上100金赔礼，我受之。翌日，邻舍欺我1尺，我欲攻之；邻舍献上1000金，我受之。敢问皇上，邻舍还会欺我否？如此邻里小事，如何能与国家大事做？继续打下去，消耗的是国库，将士们的性命。在适当的时候停战，捞取最大的利，无可厚非。长驱直入，打进都城，擒梁王，抓质子，让梁国为我南齐藩国，上下臣民皆拜吾皇，臣服进贡，岁岁年年，永不断也。我北进军所向披靡，军令一出，必能替你打下一个偌大的藩国。如此说来，你这是想离宫请战？是。好，朕许你50万大军，替朕打下梁国。卑臣领命。皇后的责任，朕不会追究，朕会对外宣布，皇后重体养伤。谢皇上。待你凯旋，皇后之位，朕替你留着。末将告退。